对生命而言，最大的威胁往往不是掠食者，而是那些比你更优秀的同类。而人类也是如此。学习、工作、爱情，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和其他人竞争。那个实习生，他昨天又通宵加班了。他现在去老板办公室，不会是已经把项目完成了吧？哎呀，怎么办？他要来了，他要来了！刘总，稳住，稳住啊！不过是实习生而已，咱不怕他。实习生？那是来公司不到半年就踢掉3个主管、1个部门经理的怪物，能力、效率、人情世故都经营得密不透风，想为难他的家伙都迅速被踩分在地。表现甚至引起了董事会的特别注意，说不定哪天都要爬到我头上来了。但你说的对，我不怕他，我老刘也是一路杀上来的。现在我才是老板，我还能怕他一个毛头小子？就是。刘总，哼，进来吧，我来做工作报告。你不要过来呀！没想到老刘这么快就软了，那这家公司就开始变得有点无趣了。要不要换一家呢？那这个舞台应该会很适合你。这是精神强度82%，斗争性120%，坚韧68%，生命活力45%，反射55%，意志92%，信息监测目标符合参赛标准。载入开始。怎么回事？这是……欢迎各位玩家加入这场死亡游戏。在这款游戏之中，玩家们需要投身无尽的小世界副本，执行任务。根据不同的任务要求，进行合作、竞争、对抗，甚至互相猎杀。神域账号极其稀有，会不定期在全世界随机抽取少量符合标准的玩家加入，而你们就是这一期接受考核的新人。竟然有味道，全方位的真实感官，就算是最先进的全息潜入游戏都远做不到这个效果。这技术可不像是在开玩笑。这是什么地方？喂，快放我出去啊！看来其他人也是被突然强拉进来的，这游戏的做法还真是霸道。不过，前辈好，请问这个考核失败会怎么样？是直接退出游戏吗？既然是死亡游戏，当然不可以退出。在你们加入游戏的瞬间，原本世界的一切就和你们再无瓜葛了。就算是最先进的全息潜入游戏都远做不到这个效果。这技术可不像是在开玩笑。这是什么地方？喂，快放我出去啊！看来其他人也是被突然强拉进来的，这游戏的做法还真是霸道。不过，他刚才用了“考核”这个词。雨神姐姐，我可以提问吗？可以，而且我不是女神，是和你们一样的玩家。引导新人进行考核，就是我这次的任务。那您就是前辈了。前辈好，请问这个考核失败会怎么样？是直接退出游戏吗？既然是死亡游戏，当然不可以退出。在你们加入游戏的瞬间，原本世界的一切就和你们再无瓜葛了。玩家在副本的间隙，也只能返回自己的个人空间休息。你们的个人空间，也就是自己脚下的平台。哼，果然是这种设定。不过被囚禁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这待遇也太惨了吧。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大部分副本都并不致命，比如这次考核就没有失败的说法。只不过根据你们在副本中的表现，
来决定初始奖励。通过完成任务获取的奖励点数，可以用来扩展个人空间，可以兑换世间的一切享乐，可以打造你梦想中的极乐园。最重要的是，能让你们变得更强。在无限神域中，你能兑换自己想要的一切，来一步步走向超凡。当然了，这些都是最顶级的 A 级奖励，我都没有，你们现在看看就好了。作为新人，你们现在只有3个随机的 F 能力作为新手礼包而已，其中技能、装备和道具各一，主要是用来帮助你们快速熟悉无限神域的战斗方式。王卷面前的3张卡片，技能可以直接学会，装备道具会进入物品栏，详细信息可以在自己的数据界面看到。这就是异能，这个世界上居然真的存在这种东西。那么现在，游戏开始。原来如此，是我一直以来的视线太狭隘了。无尽空间，超凡之路，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要有趣的多呀！测试玩家 F233号，您已掉线。我这是回到现实了？说好了不能退出的死亡游戏呢？这玩意儿还能掉线的？难道我能把神域中的能力带回现实？灰羽大陆，一个充满了魔物的奇幻世界。你们是一群前来讨伐地精营地的新人冒险者，但被封闭退路的你们很快就明白了谁才是猎物。地精的搜捕队正在一步步压缩着你们逃亡的空间，将你们驱赶向地精领主的巢穴。新手考核副本：地精杀手，主线任务：讨伐地精营地。任务奖励：根据任务完成度可获得10到300的奖励点数。任务时限1小时。场地效果：注意跑毒。地精搜捕队会以稳定的速度向前推进战线，系统地图上会显示搜捕队位置，请玩家及时规避。增益状态：英勇青铜5。云石账号234，游戏载入完成。时间一到就强行重连进来了。果然离线模式并不能让我彻底离开这个游戏。哎，小王，你借这些是要干嘛？甚至就连外界的随身物品居然都无法带进来，真是太过分了。因为掉线太久，那个搜捕队已经快到这里了。在这种游戏里，晚上线10分钟还真是要命。虽说继续离线苟到游戏结束也是个思路，但那样任务完成度就没法看了。小哥哥，快来呀，来和洒家一起快活呀！果然，既然是新手任务就不会太难。地精这种身高体重都如同小孩的怪物，人类只要克服对战斗的恐惧，就能凭借体型进行碾压。更不用说我这种专门接受过职业军人的格斗训练的高端人才。作为被我击杀的第一个小怪，放马过来吧！这他妈是什么世界观的地精啊！任务还是讨伐地精营地，这赤手空拳的拿命打呀！所以，任务的关键是让我们用抽到的装备和异能想办法吗？等等，这个和之前抽到的开场能力不一样了。难道说……
临时账号235，游戏再入完成。大概是因为离线的账号被视为死亡淘汰，但我本人又在不停的登录，重新接受考核，相当于又加入了一个新人。哼，这种 bug 估计只能在新手副本出现，错过了就再没这种好事了。活力激发，压制时机，难保障。既然如此，这种拼人品的抽卡游戏，加速服没存，刷个初始号不过吧？顺便刷一个完成度100%的完美开局。怎么样？现在能走了吗？谢谢，已经完全恢复了。这个绷带是你的道具吧？可你自己的伤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恢复道具了。无所谓，反正那个女人不是说了吗？一个能复活的狗屁游戏而已，死了算球，老子不在乎。问题是谁敢去试？谁敢去死一次试试？是不是真的可以在个人空间复活？有人去试了呀，一个人平地摔掉下悬崖，一个人在出生点躲到被毒圈吞掉。可惜他们都没法告诉我们自己目前的状态如何。何等愚蠢！明明是5人的新手副本，结果开场一死一送。突然被拉到这种游戏里，无法接受也是正常的吧。如果不是你们找到我，我可能也在原地发呆等死了。现在怎么办？打怪可以加任务进度是没错，但越往里面怪越扎堆，再打下去可能真的要死人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是这个任务本身。说是讨伐，但不管是开场背景还是毒圈机制，整个感觉都更像是让我们求生，太违和了。啊？有吗？难道说找地方躲着熬过时限才是正解？该死该死该死！情报缺失，没有头绪。说到底，我们真的有必要为了那什么莫名其妙的任务去拼命吗？想想真他妈蠢。那你们说，我们真的再也回不去了吗？小心！来不及了！这是那个在出生点躲着找不到的玩家，他居然还活着！这样比直往最深处冲，难道他发现了这个副本的正确解法了？不纠结生死，不瞻前顾后，既然身已在此，便是一往无前。这个男人的战斗意志是何等的炙热！原来他之前是故意让自己深入毒圈，收集情报，如此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这是怎样的胆魄与谋略？刚刚我看到他好像是临时账号1985王娟。清灵之血，风行卷轴和速度激发的组合果然强大，就是身体有点吃不消。要是撞墙上，估计会直接暴毙吧。哎呀，赶紧换掉。刚刚路上看到的是其他的玩家，游戏都快结束了，还在原地发呆，看样子不是什么有威胁的竞争对手。可以无视了。账号刷新1000多次以后，抽到的奖励基本就都是重复的了。看来 F 级的卡池深度也就只有这么多了。丢地上再拾取违纪的道具也早就超过了系统背包容量上限，继续刷下去没意义了。刷到我之前看中的那几种能力和装备就停手吧。那么接下来就是 BOSS 战了。虽说按照背景说明来看，这玩意儿大概率不是让新手玩家打的，可我每次刷新账号都会把任务进度一起清零，所以小怪打的再多也没有意义。想拿到完美奖励，必须一口气来一波大的。好了，那就用这次战斗来结束这个副本吧，迎接你的末日吧，地精领主！果然是大威力枪械，等的就是这个。F 级装备反弹之刃，洗炼锻造而成的刀刃，锋利但容易磨损。使用者摆出明确的格挡架势后，将下次以其为目标的远程攻击反弹回攻击者。
如此使用会大幅损刀的耐久上限。备注：他继承从火焰祭祀场直到星球大战的刀剑梦想。因为动作太明显被看出蹊跷了。哼，不过没关系，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异能，我也准备好了。强迫自律 F 级，让目标在接下来的时间完全按之前的规划行动，持续时间与最终效果受到目标精神抗力影响。备注：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自律的人有多可怕。操，威力这么大的吗？弹反之后剩下的冲击力都差点把我震死，还好我消耗品多，一波打残。接下来就算用道具堆都堆死这个家伙。坚持住，兄弟！我们找到路就下来帮你。喂，是必须要打死这个 BOSS 才算通关吗？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等一下，你们不要过来！不用担心我们，无非一死而已。这男人是不会抛弃战友的。该死，必须速战速决！这些混蛋一定是来抢我的任务进度的。好友申请进入您的个人空间，同意。现在情况怎么样？已经在逼大龙了，估计能一波。谁问你这个啦？我是说你引导的那些新人啊。反正死不了，能有啥问题啊？100多人分在23个副本，现在应该都差不多结束了吧？唉，没人接的引导任务你抢着做，就算是为了奖励加5%的引导者称号，也没必要自己付费给每个新人买复活权限吧？做到这种程度，你说你图啥？突然被拉进游戏，能迅速适应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没弄清楚状况就死了，又没点数买复活，所以新人考核副本其实是死亡率最高的。大家都这么过来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呗。反正没强化过的新人，复活费用10点一次而已，就算他们每个人都死一次，加起来也就1000多点而已嘛。大家都这么过来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呗。反正没强化过的新人，复活费用10点一次而已，就算他们每个人都死一次，加起来也就1000多点而已嘛。你还没算为了引导新人有格调极限扩大的个人空间，看着有气势但根本没法住人的巴别塔，以及除了好看一无是处的花海特效。我喜欢漂亮外观有什么错吗？算了，你高兴就好。我来说问你30级进阶需要的地级灵装，你准备好了吗？没问题，我围了3万多点，肯定能拿下。剩余奖励点数2333。我的点数呢？我辛辛苦苦囤的那么多点数呢？新手任务复活开销28000点，你这次究竟引导了多少新人？而且还把复活都用掉了。我一定是在做梦，没事，死了就没事了。不要跳啊，你这样是摔不死的。任务完成，考核任务地精杀手，主线任务讨伐地精营地完成度100%，获得隐藏点数10。隐藏任务讨伐地精领主完成，获得奖励点数15，获得神谕礼盒乘1。果然杀 BOSS 是有额外奖励的，还好我维基的道具多，瞬间爆发够高。我怎么显示任务结束了？对呀，明明时间还没到啊！果然，这个 BOSS 才是破局的关键嘛！临时账号2795考核任务通过，即将回归个人空间。不过这个所谓的个人空间，也太寒酸了吧！玩家可以扩大自己的个人空间，每平米1点，还有无数家具装饰、景色外观可供购买，为您在无尽神域提供最舒适的居家体验。略过略过，我随时都能下线回家，怎么可能在这上面浪费宝贵的点数？当然是全部要用来将自己变得更强啊！话说该怎么强化？商城界面在哪里啊？引导者通讯接入，
恭喜你成为无尽神域的正式玩家。那么由我来完成引导者最后一个任务，为你介绍空间的强化系统。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总之，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奖励点数怎么使用吧。奖励点数是神域中的基础货币，它可以用来打造个人空间、购买生活用品、强化已经拥有的能力和装备，在有死亡惩罚的任务中兑换复活等等。最关键的是，能让你抽取礼盒获得更多的奖励。不过礼盒等级与人物等级挂钩，作为新人，你现在只能使用 F 级礼盒商城。这是盲盒抽卡，强化居然不能自由购买，这也太坑了吧！是啊，10点兑换一个没用的道具，不如把已有的能力强化加1。不过也看运气嘛，万一抽出1级物品，就能让你舒服的度过整个新手期啦。这是盲盒抽卡，强化居然不能自由购买，这也太坑了吧！是啊，10点兑换一个没用的道具，不如把已有的能力强化加1。不过也看运气嘛，万一抽出1级物品，就能让你舒服的度过整个新手期啦。不过你刚完成新手副本，手头上的点数应该都不够10点。改善下个人空间，兑换1个月的基础生活套餐就好。下个副本再继续努力吧。好啦，讲解结束，我们有缘再见喽。谢谢前辈讲解，前辈您辛苦了。原来大部分新人连10点都没有吗？拥有整整25点日款和一堆 F 级道具的我开局果然是完美的。预留出下载异能需要的10点，我还有15点可用。礼盒、卡池这种交智商税的地方狗都不会去。那么我现在只要考虑是强化装备还是异能呢？那个，万一呢？果然是坑啊！所以完成任务的神域礼盒也是这种坑爹货，对吧？等等，这个绿光石，1级装备还是3选1，发达了！特殊奖励，请选择其一获取。冷静，这是早期神器，选择一定要慎重。对了，我可以不选直接退出，等下次副本通知来了，看具体情况再说。玩家王卷，离线。注意，您需要在12小时内进入下一次副本。不知不觉都快中午了，不过拥有正式账号后依然能离线，这下彻底没顾虑了。老刘这是什么症状？小王啊，你刚刚是工作时间偷偷睡觉吧？刘总好，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当然有事了。这个该死的实习生总算被我抓到破绽了，今天就让我好好教育一下什么是人间险恶。刘总，干嘛？没看到我在忙吗？秘书姐姐，我们在忙哦。可是总公司的领导突然来视察，来了好多人，已经到门口了。切，算你运气好。好不容易让我有了兴致，半途而废怎么行？服用药水后，将连续在接下来的5秒内获得异常帅气的连续突进能力，并收获长达20分钟的快乐情绪。备注：小问号，你追不上我。林少，您怎么突然想到来视察了？是董事会有什么指示吗？没，随便看看。王卷，你被开除了，怎么样？诧异吗？不甘心吗？是不是想要跪下来哭着求我呀？林少，您怎么突然想到来视察了？是董事会有什么指示吗？没，随便看看。王卷，你被开除了，怎么样？诧异吗？不甘心吗？是不是想要跪下来哭着求我呀？没错，最近几个月公司业绩突飞猛进，都是你的功劳。你有后台，是名校导师直接推荐，有能力，表现出色，引起到了总部的注意。但那又如何？我告诉你，我刘猛能摸爬滚打到如今的位置，靠的就是欺上瞒下。你的大部分业绩都被划到我的名下了，
现在你被我抓到一点把柄，我就能让你合情合理的从这里消失。无论是你的导师，还是总公司那些蠢货，我都能让他们无话可说，因为在这里只有我说了算。哎，我就是给大家开个玩笑，大家喜欢就好，喜欢就好。走，已经没事了。只是最低级的 F 能力而已，就将本需要我长时间布局才能完成的目标，如此轻而易举的就能实现。按照我之前的规划，接下来就是笼络人心、飙升业绩。不过现在我对这些已经没有兴趣了。在那个能穿梭万界、拥有无限可能的神域面前，平凡的现实是如此的无趣。哎呀，接下来就是周末了，干脆今天就开始连续在公司通宵干游戏吧。升职的最大的好处，也就是有了独立办公室，不用担心在游戏中失去对外界感知的时候被人怼脸了。也不知道那些不能从游戏出来的家伙，在现实中是怎么样的。这不是之前想抢我怪的那个人吗？一高校女生突然昏迷，被紧急救助中心收治后失踪，全市医院都表示今日未收入来自该校的病人。抱歉，该视频内容不存在或无效，请您观看其他视频。等一下，你们不能进去，王总他已经下班回去了。这下连现实都变得有趣了。无尽神域在现实世界之中居然也有相关人员，而且还在对进入游戏的玩家下手。在完全不清楚他们底细的情况下，用任何方式求助都只会加大自身的风险。无尽神域在现实世界之中居然也有相关人员，而且还在对进入游戏的玩家下手。在完全不清楚他们底细的情况下，用任何方式求助都只会加大自身的风险。不过至少可以确定，他们不想把自己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内。那么临近考试，整个晚上都坐满了人的图书馆自习室，应该算是安全的地方。所谓藏叶于林，周围的同学都将是我的掩护。哎，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晚上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哈。我跑了1周的袜子，今天忘换水了，我要赶紧回去洗了。那可是同时选修3个专业，靠自学刷题就能拿满分的怪物。和他一起自习，我连停下来喝口水都会愧疚。哦，等一下，不要跑！其实今天我也是来摸鱼的呀。琳琳，你不走吗？那我也……我周围空一片，怎么看都会很突兀。没办法了，强迫自律。强迫自律 F 级，让目标在接下来的时间完全按之前的规划行动，持续时间与最终效果受到目标精神抗力影响。备注：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自律的人有多可怕。不，我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开题报告写完。哎，这样啊，那我们先走啦。加油，我们看好你啊！啊，我刚刚说了什么？那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努力吧。是。在现实世界之中，这种无声无息的精神控制类异能果然好用。不过面对完全未知的威胁，我必须尽快获得更多的异能，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力量体系，才能真正有自保的能力。时间差不多了，那么登录游戏。玩家王卷，等级1，欢迎来到无尽神域。游戏即将开始，请选择您的游戏难度权重，系统将为您匹配合适的副本。注意，副本奖励与游戏难度相关。开始匹配。难度居然是可选的，很友善嘛。照理来说，作为新人应该慎重一点，先来个简单的副本熟悉一下。
要是可能的话，最好能做个实力破剑神。不过，我现在好像没有慢慢发育的余裕了。玩家等级 LV1， 副本难度极难，匹配完成。血染钟楼。我现在好像没有慢慢发育的余裕了。玩家等级 LV1， 副本难度极难，匹配完成。血染钟楼。被诅咒所笼罩的大地，恶魔在每一个夜晚择人而噬。9位勇者进入被恶魔占据的古堡，想要将其彻底消灭。而真正的恶魔和他的邪恶爪牙，却早已混入其中。勇者需要找出并杀死全部的恶魔，而恶魔需要利用定期降临的黑暗强化来猎杀勇士。这是有战斗成分的身份类 PVP 啊！游戏即将开始，发现您有未领取的奖励，请尽快领取。居然不能进游戏再选吗？而抽奖的内容没变化，果然账号绑定后就没无限刷新的 bug 了。献祭斗篷能对自身周围的敌人造成持续的 AOE 伤害，看着很像，但需要自己站场，在 PVP 中用起来太危险了。能主动影响事件概率的幸运硬币，应该是泛用性最高的。但作为我唯一的一级道具，缺少了一点在关键时候一锤定音的感觉，所以剩下的就只有炮台了。不过既然是身份类副本的话，我在干什么？为什么要一个人留在这里？当话都说出口了，现在走的话需要和他打招呼吗？不行不行不行，我最怕和人说话了，但是留在这儿真的好尴尬呀！要是说肚子疼，会不会太刻意了呀？那个，你是在练习听力吗？我留在这里会不会打扰你啊？要不，好软！这是已经进入恶灵的古堡内了。这个副本的登录地点很不错嘛。欢迎来到血染钟楼，您的身份是恶魔。规则倒是挺简单的。勇者玩家没有能直接验恶魔身份的方法，身份线索全部藏在地图里，所以胜负的关键是要尽力干扰其他人探索地图，或者在审判会议上混淆视听。在副本正式开始前，恶魔玩家可以拥有3分钟的互相交流时间。各位被黑暗选召的使徒们，随吾辈一同将敌人彻底碾碎吧！没问题，这局一起好好打。等等，怎么会有1级新人？你这是才打完新手本吧？怎么就排到 PVP 团战了？游戏副本血染钟楼。血染钟楼为阵营对抗副本，本次副本共有9名玩家参与，勇者阵营6人，恶魔阵营3人。恶魔阵营主线任务：阵营胜利，在本阵营至少有1人存活的前提下，将全部勇者淘汰出局。任务奖励：胜利阵营全体玩家都可获得50奖励点。失败惩罚：失败阵营全体玩家都将扣除50奖励点。支线任务：自身存活，奖励 F 级异能礼盒。击杀得分，击杀其他玩家可获得10奖励点。副本探索，每 20% 探索度可获得10奖励点。副本规则：血月与金钟。每次整点钟声敲响后，副本世界将进入10分钟的血月阶段。在血月阶段，勇者玩家将会被剥夺视觉与听觉及其全部相关能力。在血月阶段，恶魔玩家的战力将会获得大幅强化。
每次血月结束之后，位于钟楼顶端的审判金钟将被充能，玩家们可以在此召开金钟会议进行审判投票。任何人敲响审判金钟，都可以将在金钟会议中被投票最多的玩家直接淘汰出局。整个钟楼充满了关于魔界力量的秘密，其中包括恶魔玩家的身份线索，让恶魔玩家在副本中得到强化的道具，可以带离副本的特殊奖励，请各位玩家积极探索。规则倒是挺简单的。勇者玩家没有能直接验恶魔身份的方法，身份线索全部藏在地图里，所以胜负的关键是要尽力干扰其他人探索地图，或者在审判会议上混淆视听。在副本正式开始前，恶魔玩家可以拥有3分钟的互相交流时间。各位被黑暗选召的使徒们，随吾辈一同将敌人彻底碾碎吧！没问题，这局一起好好打。等等，怎么会有1级新人？你这是才打完新手本吧？怎么就排到 PVP 团战了？一般来说，我们匹配到的人至少是7级啊。不好意思啊，我直接选了最高难度，还以为是提升任务难度什么的，没想到的居然是排到高级房。你这胆子也忒大了，直接排高级本确实奖励更多，但失败惩罚也更重啊！你作为新人根本不可能承担得起。你这胆子也忒大了，直接排高级本确实奖励更多，但失败惩罚也更重啊！你作为新人根本不可能承担得起。也就是说需要预留点数来预防失败扣分，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个讲规则的女人居然忘记说了，坑人呢！算你小子运气好，这局姐姐带你飞好了。不是我吹，10级玩家在这个分段就是绝对的大佬。也好，那就赐予你与吾辈一同胜利的荣耀吧。那就拜托2位大佬了，我一定努力不拖你们后腿。态度不错，一看你小子就是能当高手的人。时间紧迫，我们先共享下自己这边能看到的情报。吾所在之地充满了禁忌的藏书，军队吾等不用，吾稍后会全部回去，避免落入他人手中。地面敲击声空洞，因位于此楼高层。我在刑讯室，大门现在打不开，窗户外面可以看到远处的岩石墙壁和回廊。这个钟楼内部应该是中空的结构。我这边是在卧室，通往室内的门和对外的窗户都无法打开，玻璃窗户也敲不碎。不知道等副本正式开始会怎么样。对外的窗户应该不会变，钟楼外的世界和这次副本没有关系，但门肯定会开，系统不会让我们开场就暴露，所以其他玩家肯定也和我们一样会出现在不同的单独房间。吾之会同预测，吾等很快就会与其他人会合，系统不会让吾有充裕的时间独行于黑暗，不然等待吾等敌人的将是一边倒的屠杀。要开始了，新人自保就行，我们俩设法在金钟附近会合，2人一起先探一下地图。这局带新人，我们打稳一点。慎重行事，正合吾意。明白，我会努力的。高端局果然不一样，这2个家伙理智、高效、目的明确，而且非常谨慎，感觉很靠谱哦。沟通时间一结束，门就开了，也就是说，其他玩家也进场了。外面的走廊就是之前徐姐看到的。1级，果然和他们推测的一样，其他玩家从房间里出来就能看到。我这个新手只要小心隐藏好自己就行了。反正看2位大佬理智慎重的样子，这局等躺赢了。4柱光临，太慢了，快去帮忙！开场杀人的肯定是恶魔，坚持住，我们来了！地狱的黑夜
将荡平世间的一切。快去帮忙！开场杀人的肯定是恶魔。坚持住，我们来了！地狱的黑焰将荡平世间的一切。中二病，看来这局又是我赢了。看来到此为止了，真是一场精彩的战斗啊！多谢啦，差点又被他用自爆换掉了。不客气，不过我也只来得及救下一个，下面我就没办法了。爽，我尽力了。玩家刘胜军被淘汰，身份为恶魔；玩家何小天被淘汰，身份为勇者；玩家徐淼被淘汰，身份为恶魔。刚刚发生了什么？啊，是你啊！我们在新手副本遇见过。没想到又见面了。是那个想抢我怪的没素质的女人。哎，等下，她的等级居然是2级，乍一看只比我高1级，但也可以说是等级比我高整整1个倍。明明是同时进入，我居然落后了。难道是在我下线的时候，她在个人空间寻找到了锻炼的方法，还是说发现了我不了解的规则，又或者是用无耻的手段贿赂了引导者，将自己伪装成人畜无害的样子，然后在暗处不择手段的拼命变强。这个女人真是个可怕的对手。你才1级居然就排进了团战副本。又来了，她是准备要嘲笑我吗？可恶！啊，一定是和我一样抽到了随机入场券吧？让玩家进行额外副本的道具，上面的说明是在等级低的时候特别容易抽到的奖励。如果不是我一个人待在个人空间太害怕了，根本不会想用它。原来还有这种好东西，等级越低越容易抽到，这简直就是专门用来给新人补等级的神器啊！唉，我这张入场券可以用3次，问题是副本难度完全随机。前一次是简单的解谜副本，在一个好心前辈的帮助下过关了。这次随机到极难，我还紧张了半天，唉，结果对手开场就死的差不多了。我们运气真好。是啊，我们运气真好。真是倒霉，这局跟和天排到一队了。这次随机到极难，我还紧张了半天，唉，结果对手开场就死的差不多了。我们运气真好。是啊，我们运气真好。真是倒霉，这局跟和天排到一队。我知道他哎，是那个每次副本都会带着全队把探索度刷满拿隐藏奖励的大佬。以为能有额外的收获呢，没想到他开场就被换掉了。我之前跟他合作过一次，他的那探索者称号拥有能指出剧情关键点的场景能力。放在这种身份类团战里，基本就是指出恶魔玩家的身份了，所以苗姐才在发现他的瞬间就不顾一切的出手了。原来是这样啊！那个脑残中二也是发现对方支援来的太快，才强行出手，用火焰隔断通道的。啊，被苗姐晋升了确实没办法。还有那个中二病的自爆也好吓人啊！我的能力全开了，还差点被换掉。为了救你，我连全场景一次的大招都用了。幸好已经解决了。原来如此。和普通的身份类游戏相比，神域中更要重点考虑每个人不同的异能。这么说起来，那2个家伙也算是尽力了。为了不辜负他的牺牲，接下来就看我那个屁呀！能开打的开场都输了，留我一个1级新手有什么用？恶魔能力血月强化1级未激活，在血月中全属性获得150%。那我唯一的胜利的办法就是探索地图，把恶魔玩家的各种场景强化发挥到极致，以及
让他们自相残杀。请问各位大佬，接下来该做什么？有什么是我们能帮忙的吗？那个，我们才进入神域，不知道该做什么。哦，我都忘记了，这次还有2个新人哎。不用，接下来就是正常的探索地图找线索，你们等金钟会议就行。好的，刚才看了高等级的战斗，我们还担心自己没有战斗力，拖了大家的后腿，还好各位打赢了。对哦，这次有2个没战力的新人，既然摆明要开打，那为什么3个恶魔不一起出手？以徐淼的实力，3打4也能拼个5-5开啊！所以那2个人拼命也要帮忙隐藏身份的人，实力一定很强吧？强到就算只剩下他一个人，也能在血月中杀光全场。有道理啊，所以最后一个恶魔是你吧？你是狙击类强化，黑暗中绝对能一枪一个。明明刚才唯一没有出手攻击的托尼，才是最可疑的。我要是恶魔，我救什么人啊？所以最后的恶魔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吗？究竟是谁啊？所以最后一个恶魔是你吧？你是狙击类强化，黑暗中绝对能一枪一个。明明刚才唯一没有出手攻击的托尼，才是最可疑的。我要是恶魔，我救什么人啊？所以最后的恶魔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吗？究竟是谁啊？成了。这种情况最怕的就是一起合作找现实，把互相怀疑挑到明面上，我的机会就能大上不少。真是一群废物！我可以认为你这是直接亮恶魔身份了吗？3对1，看来这局可以直接结束了。老子要是恶魔方，直接和徐淼一起动手，就能杀光你们这些废物。哼，几个脑残在这里被一个弱鸡新人带节奏，明显最后一个恶魔就是这个1级的垃圾，自己没战斗力才没办法动手。你们但凡脑子没被拿去涮锅，都能想到。王娟，你没死吧？我准备了医疗类道具。谢谢，我这里也有，等下还你。这位大佬，如果我是恶魔，那这样做也没意义呀。毕竟，就算最后投票到只剩2个人，我也……老子闭嘴！在这里，弱鸡没资格说话。谢谢。该死，这种力量上的压制，实力不够根本就没操控的空间。不过这家伙为什么不直接干掉我？他第一下攻击明明能打掉了我1大半的血，可这一次他明显是刻意控制了力量的，为什么？有点过了，大家都是从新人过来的，没必要这样。游戏而已，说不定以后还会排到一起玩的。原来如此，他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如果强行干掉我，可我却不是恶魔的话，他就会被其他人围攻。正常来说，勇者方优势这么大，赌一波也无所谓。按照他表现出来的性格，更该不管不顾的出手。可是他却强行忍下来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和其他随心所欲把神域当游戏的玩家不一样，这个人非常非常想赢，不顾一切的想赢下每一局。大家僵在这儿也没用，不如我们分头看地图找线索吧。不是说探索还有额外的奖励点吗？可是大家分开后被各个击破怎么办？而且恶魔玩家肯定会隐瞒自己发现的线索。没关系，我们只要2人一组，互相监督。不如我们分头看地图找线索吧。不是说探索还有额外的奖励点吗？可是大家分开后被各个击破怎么办？而且恶魔玩家肯定会隐瞒自己发现的线索。没关系，我们只要2人。2人一组，互相监督。等血月开始就抓住和自己同组的人，确保对方在黑暗中无法行动。恶魔要么自曝身份强行动手，要么等着我们找到线索。就按弱鸡新人说的来，这是最稳的做法。哼，果然。要抱在一起啊！
那我们2个女生一组吧。也不用抱吧。那我来照顾新人吧。行。不好意思啊，我要和这位林前辈一组。好。因为我是完全没战力的新人，而你是最强的一个。为了防止被你先杀死一个战力，我要用自己的命去验你的身份。哼，有点意思。距离第1次雀跃剩余48分钟。审判金钟充能中，剩余玩家数量6。这是被那个中二病烧掉的吧？好可惜啊！图书馆这种地方，怎么想都会有很多线索。那个前辈啊，规则说让我们找恶魔身份的线索，那会是什么啊？直接给我们人名吗？姐姐，你看上去年龄比我大吧？直接叫我毛毛就行。其实我也才经历了10几个副本而已。不用这么紧张。刚进入无尽神域确实会不习惯，但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不过是个特别厉害的全息游戏而已。反正也出不去，玩就好啦。至于线索应该不会那么直接，按我的经验，多半是啥靠近恶魔会有反应的道具之类。所以要找的是道具吗？原来这个副本有怪的。好像是作为陷阱之类的，隐藏在各种地方。不过等级不太高，只要不是特别倒霉，一次性触发很多，对我们就没有威胁。是这样啊！这他妈的也太多了吧！先是餐厅里刷出来一堆发疯的老鼠，去了仆人房跳出来个会咬人的宝箱，现在走在过道上都有会活动的铠甲。这个钟楼里究竟放了多少陷阱？林前辈加油！林前辈你是最棒的。不过等级不太高，只要不是特别倒霉，一次性触发很多，对我们就没有威胁。这个钟楼里究竟放了多少陷阱？林前辈加油！林前辈你是最棒的。给我去死！别他妈和我站那么远！我入记。好的，林前辈。现在最不能让我死的就是他，要是我在探索中不小心挂了，他肯定洗不清了。我说，你不会是在不停的故意触发陷阱吧？怎么可能？就算我想触发，也不知道陷阱在哪儿吧？都是巧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运气特别差而已。哼，很好，趁着有这个能用到死的保镖在，我顶着底 buff 给关键道具充能也安心呢。反正我不需要战斗，刚好可以好好解密。在这个满是恶魔的钟楼里，究竟有什么可以让我获得强化呢？等等，满是恶魔的钟楼。对呀，我记得开场故事说明里，玩家们是一群来钟楼讨伐恶魔的勇者。那在这种恶魔的巢穴，为什么会有能审判恶魔的金钟？游戏时间00:49，距离第1次雀跃剩余11分钟。审判金钟充能中，剩余玩家数量6。这些房间一个个搜过来也太耗费时间了吧！光2楼就花了快1个小时。呀，这是总算找到了有用的东西了。顺从你的欲望，承受贪婪的代价。付出代价，和恶魔进行交易。难道说，死在钟楼里的人不是被抓来的？把你手上的道具给我。这样不好吧？之前找到的3个道具都被你拿走了，黑装备这种事情很没素质呀！不要让我说第2遍，弱鸡，不然我不介意把你手脚打断，拖着过完全场。那都不好意思，还是不麻烦你了。算你识相。如果你身份真没问题，老子保你躺赢。走了，还有一点时间继续探3楼，不许离开我的视线。有点不好办呀。
虽然之前的操作把他对我的怀疑消除了不少，避免了被直接击杀的威胁。是，但这样被盯着什么都干不了。幸运硬币已经充能好了，没了厄运的负面效果。故意引怪，万一没演好，只会惹人烦。虽然之前的操作把他对我的怀疑消除了不少，避免了被直接击杀的威胁，但这样被盯着什么都干不了。那边是最开始被那2个人打坏的地方。哎呦，墙都打碎了。先过去看看。这里是苗姐出生点的刑讯室，被他干掉的人出生点应该是在旁边禁闭室。还真是一个照面就打起来了呀！操，被破坏成这样，看来找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了。去隔壁，时间不多了，搜完下个房间，准备找地方躲过血月阶段，别给老子磨蹭。行，大佬你说了算。是个卧室，不过没2楼那个豪华。等等，这个房子是在刚才的刑讯室边上，但这样看的话，这房间面积不对，在靠近刑讯室的方向肯定有隔间。闭嘴！老子还不用你个弱鸡来提醒。跟紧点儿，别让我发现你有什么小动作。哎呀，这家伙是真的烦呐！这个房间难道是……怎么了？里面有怪吗？这个房间是恶魔的祭坛。等等，暗？难道说这个房间里有血月的效果？我能看见，是因为恶魔的身份。他其实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但假装没有异常，是为了趁机试探我的身份。如果我没能第一时间发现这个房间的问题，露出破绽就会被他瞬间击杀。还真是一刻也不能大意呀！哼，有意思。既然如此，救命啊！什么？这个黑漆漆的房间里有东西在攻击我！既然你给了我合理自由行动的机会，就别怪我好好利用了。大佬救我！怪好多，我要死了！我看不到门在哪儿，救命啊！若曦，看不见就别他妈的乱跑，往门口来！总算到手了一个可以用的道具。骚！阎魔，摆烂他们！可算有光亮了，谢谢大佬救我。再乱引怪，害老子浪费技能，老子就弄死你！房间太暗了，我一下就慌了。要是大佬您提前提醒我一下的话……废物！毕竟我是新人嘛，菜一点也没办法。是去探1楼的2个人，要和他们打招呼吗？不用，马上就要血月了，要和其他组保持距离。我们也赶紧找个地方躲过这一波再说。没错，是要找个好地方。充能完毕。行了，就在这里。通往禁闭室的门锁上后，多少可以拖延点时间。真遇到袭击，不管是撤离还是居守看守室，都是个不错的地方。这个角度不错，确实是个好地方。林大佬啊，你说其他2组现在应该就躲在对面房间里了吧？老子怎么知道？不过看他们之前的位置，如果脑子正常，应该不会快血月了还到处乱跑。确实只能判断个大致的位置，看来剩下的就只能交给运气了。那就选在这里开场吧。若曦，你他妈在外面磨磨蹭蹭的等着吃屎啊！这不是让大佬您先确定下房间安全吗？免得又和刚才的暗示一样，满地都是恶魔法阵。你为什么能看到刚才触发的陷阱是法阵？猜的！操，这他妈的反应也太快了！强迫自律。强迫自律 F 级，让目标在接下来的时间完全按之前的规划行动，持续时间与最终效果受到目标精神抗力影响。备注：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自律的人有多可怕。异能延时心智 ，F 级异能，这种垃圾东西也敢拿出来对付我？你这种弱鸡，没有继续挣扎的意义。所以是真正的恶魔玩家在指挥你，他给了你其他好处，你能借助之前的暗示联络。说，你是谁养的狗？去死！眼
枪投射。在知道法师和狙击手一组后，作为刺客的妹子立刻就选择了封闭的4楼以上区域。走，我们去楼上，下面就拜托你们啦。而李耀却完全没有拒绝在有走廊容易被远距离袭击的2、3楼活动。他果然也有很强的远程攻击能力。该死！勇者陷入黑暗，恶魔得到强化。总算赶上了，全部布局完成，接下来就交给运气吧。幸运币复活，装备反弹之刃。居然没死！切，等血月结束再跟他算账。活下来了，哎呀，还好我道具够多，低级雨落符救了我狗命。活下来了，哎呀，还好我道具够多，低级雨落符救了我狗命。选择带幸运币，本来是希望在这种身份局投票的时候改变局势的，不过现在看来，作用或许比我想的更大。我已经制造出了成功可能性。希望刚才那一瞬间，运气真能让事情朝着最有利我的方向发展。小心，我们被攻击了！哎，哪里？什么？是岩柱！果然，最后那个恶魔是灵药。安静，幻路先生。黑暗中，我们没办法和他对抗。为了避免误伤我这个无辜的路人，接下来我要暂时退出这片混乱的舞台。剧情道具：恶魔法典。发现地层，地图探索度加20%。趁这个时间，好好挖掘下副本中的剧情奖励吧。副本里的人有病吧？之前的泥巴骷髅就算了，一个恶魔也来偷袭我一个手无寸铁的恶魔玩家。难道是因为就算我刻意遮挡了自己的帅脸，也掩盖不了自己温和善良的气质？这些怪也太以貌取人了吧！这脑残副本连个敌我识别都没有。要不是我仗着血月状态的力量加持，硬是把这套装饰铠甲穿过来了，光靠 F 级道具还真冲不进来。哦，血月结束，属性强化的 buff 没了。还好需要打的怪已经清完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地面上现在已经打成一团了，应该不会有人想起我这个在安心挖掘剧情的无辜路人。不过，就算成功让其他玩家内服，我依然有无法逾越的难题，实力不足。这个副本的规则是必须将勇士玩家全部淘汰，最后想要胜利，我至少需要能单挑干掉一个人。在血月的 buff 下，我借助这套笨重的铠甲和之前储备的大量 F 级消耗品，打 PVE 刷下没脑子的地图怪什么的还可以，但用这套打法去对付其他玩家就是找死。那些老硬币有1万种方法玩死，所以通往胜利的唯一方法就是想办法从副本剧情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强化。任务物品上说地点应该就是这里了，那么契约重现。我等愿为您效力，我们将杀死其他同行者，来向地狱展现忠诚。这个道具触发后，居然一次性暴露全部恶魔玩家的身份，还好是藏在暗室里，这要是被勇者方拿到还得了？你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将污秽之血涂抹到审判金钟上，成功后我会赋予你们一次召唤血月的机会，在这次血月下，你们的力量会得到额外的强化。这是触发支线任务了。找机会污染金钟，换取一次主动的血月，听上去还算不错，但是我拒绝。人类准备好迎接死亡了吗？
这是背叛我的代价。出现了，这游戏的副本果然能深挖。这整个塔楼都是您的领地，污秽之血看上去也准备良久。您想要毁掉那个金钟易如反掌，但却要为此上演勇士讨伐恶魔这样繁杂的戏，不真正为给您效力的人恶魔的身份，甚至连塔楼内的其他恶魔都会一视同仁的进行攻击。这种偷找外包又不签合同的做法，明显就是为了最后好甩锅。属下猜这个金钟属于一个您惹不起的大人物。属下再大胆的假设一下，这位大人物是您的上级。你很聪明，但就算你猜对了，又如何？根据在钟楼内各种线索推测，这里原本生活着你的属下，用各种灵活的方式与人类签订契约，为您收取他们的灵魂。因为审判金钟的存在，这个经营良好的网点被迫停业了，所以您才想将其清除。没错，原本为我主持钟楼的眷族都被那些无耻的违约者用金钟清除。其实您完全不需要用如此落后的方式获取灵魂，只要抓准自己的差异化赛道，加强对势能积累的简单复用，实现价值的转化，就能通过特有抓手找到自己擅长的垂直领域，开拓独属于您的蓝海领域。简单来说，就是属下有办法为您获取更多的灵魂。重新自我介绍一下，王倦，从业以来得到每一任老板高度认可的优秀下属。您只要提出目标，我就能为您带来成果，而您只需提供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投资而已。很有理，人类，你想要获得什么？人类，你想要获得什么？更多力量，还是地狱的爵位？只要你工作足够出色的话，在没有成果之前，怎么好意思谈报酬呢？属下是出于工作需要，是为了更好的为您服务，想请您帮忙引荐一下那位立下金钟的大人物。要签契约，当然要找最强的那个。混蛋弱鸡，居然敢耍我！接下来，老子要让你好看！什么？击中目标，触发了一次性保命技能，弹道偏斜，命中手臂。看到自己的废物棋子暴露，于是亲自下场了吧？先给我去死！现在想逃？完了！别躲了，让我们结束这一局吧。你跟着发什么疯？喂喂，你自己在血月都挑明身份了，还继续演就没意思了。什么？这是一级法术？看到了，这是对之前偷袭的回礼。你们他妈的到底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偷袭？难道说？难怪他要反复确认其他人的位置，而且要在血月开始前的最后一瞬间暴露。是那个新人引诱我，在黑暗中往你们所在的方向发起范围攻击。那个弱鸡竟然敢算计我！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胡乱发起范围攻击，通过只存在于理论的攻击路径，恰好攻击到了处于隐蔽的我们，而且恰好精准命中。如果不是我有保命法术，就直接被秒了。你说这是巧合？哼，虽说不是没有机运类装备，但你刚才却说自己的目标是那个白板新人，聊爆喽！该死，被算计了！既然怀疑我，现在金钟已经充能了，你们不去顶楼桥中，在这围攻我干嘛？然后在通往楼顶的狭小垂直地形上，被你用岩石傀儡一网打尽吗？如果你愿意老老实实被我们彻底打残，解除战力等敲钟也不是不行。不过看起来你不太愿意。副本道具金色钟锤，用它敲响金钟会发起远程投票。我们去拖住灵药，你去敲钟。
明白，胜利了。接下来只要敲钟就行了。啊，嬷嬷你也来了。等等，那我爬这么辛苦是为什么？身份是勇者，玩家脱离淘汰。身份是勇者，玩家毛怡文淘汰。身份是勇者，都不是恶魔，怎么可能？难道？苍龙，我疼了！你想用什么姿势赢都行。哦，不是这个。原来是这样，是我小看你了，王健。3打1居然还被反杀，那3个人究竟会不会玩啊？老子可是1到10级就能成为职业者的，不要把那些连圣遗物都还没配好的废物和我相提并论。圣造物，无尽神域中玩家能获得的物品包括作为携带品的道具，可以有限携带的装备，以及能解锁超凡体系作为玩家职业根基的圣遗物。圣遗物只能在副本中获得，如果你不想和那些废物一样卡在10级，最好尽快开始收集。多谢提醒，不过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你只有1级，没有点数交失败惩罚，所以下场副本是血印生死局。不过对你来说都是小意思，期待下次和你碰面，然后再次被我碾碎。话说的你好像赢了一样。哼，在你能利用的棋子被我清理干净的时候，这场游戏就已经结束。就算我现在生命不足3%，也不是你能对抗的。如果我现在敲钟对你进行审判，你也会瞬间击杀羽山，来确保无法构成多数票。如果我现在敲钟对你进行审判，你也会瞬间击杀羽山，来确保无法构成多数票。没错，而且你真的要把希望赌在这个傻妞投谁吗？现在什么情况？为啥灵药来了？究竟谁是恶魔？当然不会，那样的话我辛苦这么久不就白忙了？上钩了！血月降临。这个老硬币果然还留有这种不讲道理的大范围攻击，伤害好吓人。还好我假装莽一波，在最后一瞬间突然开血月，把他的大招都骗出来了。刚才那应该就是他最后的底牌了。不过以他的个性，应该继续维持高强度范围攻击，彻底弄死我，而不是趁机在地上布满碎石，利用响动来探测我的位置这种小手段。就算还有后手也没关系，接下来的10分钟足够得到强化的我把它一层一层扒光了。啊！我被攻击了，这家伙下的手，什么手？不对，生命值没变化，这个血迹，还有这种清晰的疼痛感，难道是我现实中的身体受伤了？专注，既然已经决定通宵了，那就一定要把事情做完。真是的，都1个多小时了，这个家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哟，你居然还敢来图书馆啊！而且看上去和新男人玩得很开心嘛。什么新男人？你是谁啊？薛婉，上次你去教导处举报，害我被处分了。哼，不就是拿了丢车上的破耳机吗？这个贱人居然跑去教导处找，还差点报警。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而且那个耳机是我占座的，给你添麻烦了。消消气，宝贝儿。龙哥，我这不是答应来帮你出气了吗？谢谢老哥，你果然最疼我了。哼，不就是拿了丢车上的破耳机吗？这个贱人居然跑去教导处长，还差点报警。消消气，宝贝儿。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而且那个耳机是我占座的，给你添麻烦了。龙哥，我这不是答应来帮你出气了吗？谢谢老哥，你果然最疼我了。你要干什么？别怕，我不打女人，所以。王俊，你没事吧？王俊，怎么回事？我不是陪你来讲道理的吗？怎么打起来了？哇，老公好帅！老公，快继续揍他呀！喂，兄弟，你怎么样？确认目标持续深睡中，之前的移动应该是信号错误。准备伪装介入，收容开始。救护车来了，怎么回事？有人在图书馆里打架哎，听说是争风吃醋哎。啊，你确定吗？怎么看着不太像啊？兄弟，你一定要挺住啊！救护车来得好快，他应该会没事的吧？啊，可我才刚刚挂电话呀。退后，你影响到我们收治病人了。不好意思啊，医生，您一定要救救他呀！那个救护车要人陪同的吧？我和他一起去。上车。该死，现实中是什么情况？这种时候还管什么任务啊？当然是……不对，冷静一下。我现在在学校图书馆，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危险，受伤顶多是发生了意外，比如摔倒什么的。最大的危险来自那群人，但看他们的样子，应该不会在图书馆这么瞩目的地方太高调。身体没有受到进一步伤害，现在强行退出，如果发现是意外，就是虚惊一场，点数被扣光，游戏里的发育被打断节奏，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危险。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很明显，不惜代价，以最快的速度干掉他，结束这个副本，结束这个副本。尊敬的九域领主拜尔提亚，我王卷遵从契约，换取您的眷顾。契约兑现，记住你的承诺。天亮了。玩家灵药淘汰。本来想着打个残血可以不用求剧情大腿，不过为了尽快结束也是没办法的事。王姐你好厉害，居然打赢了，我们赢了。对啊，赢了。其身份为勇者，剩余人数2。审判金钟失效。啊！强迫自律。动不了，他要对我做什么？那么下次排到一局再见了。原地卡死，他刚才居然真的什么都没想吗？啊，总算结束了。不过等下还要回个人空间兑换奖励，做好准备，以防现实中真有危险。毕竟我才1级，连任务失败惩罚的50点都拿不出，你就当照顾新手了。我明白了，原来你才是最后的那个恶魔玩家，王娟，你这个骗子！失败惩罚？那是什么？我也没有50点啊，点数需要留吗？哈！你这种心机深沉、扮猪吃虎、假装人畜无害、暗中抢先射击、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人，在已经过了3次 F 副本后，怎么会连这种事关生死的规则都不知道？总觉得被很失礼的描述了。嘿嘿，你骗谁呀？我才不会上当呢！等等，事关生死，难道说这个游戏点数不够扣的话，真的会死？喂，你地图探索度多少了？我要死了！快说呀，探索度多少？什么？探索度是
是15%，怎么了？哼，这效率也太低了吧，感觉会浪费我不少时间。走吧，我赶时间，我们搞快点。啊，去哪儿？但下一场就要靠你自己想办法了。谢谢，你果然是个好人。可我们不用从楼梯下去吗？剧情相关的内容难道不在下面吗？都说了我赶时间。明明是自己不惜献祭亲人召唤恶魔，也要立下的契约，得到力量之后，却说是被恶魔蛊惑，大义凛然的前来讨伐。人类还是这样的不可理喻。恶魔，那要试着和我做个交易吗？哦，虽然我不认为已经是祭品的你能拿出什么，不过听听也无妨。你想要什么？复仇、力量，还是自由？我要将你们这些恶魔驱逐出这个世界。你向恶魔许愿，获得驱逐恶魔的力量，有趣。为了那样的契约，你能付出怎样的代价？把这个世界变成真正的地狱。圣徒约拿将能审判恶魔的金钟传播到世界各地，很快恶魔的势力便被清除出了这个世界，但已经全面开始的恶魔审判却早已无法停下。教会靠其巩固权势，政客用它排除异己，商人以此垄断利益。正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不再有真正的恶魔，所以一切罪恶都可以肆无忌惮地以审判恶魔之名进行。人类相互猜忌，彼此提防，战争与屠杀最终将整个世界吞没。讽刺的是，恶魔信仰反而卷土重来，甚至占据了用来审判恶魔的钟楼。但对于残存的人类来说已经无所谓了，毕竟真正的恶魔在人心之中。这就是你一定要把我从天台丢下去，摔成残血再一起跑地图的原因吗？怎么会，都是为了赶路而已，你不要多想啊。场景探索完成，我探索背景满了。故事复原完成，地图探索度100%。哇，你好厉害！场景和任务道具里的信息那么琐碎，你居然这样都能还原出整个故事。不，我直接问当事人的。和签订契约的大恶魔拜尔提亚，是这个副本的隐藏 BOSS。我作为恶魔阵营的玩家，和自己的老板交流下不过分吧？这副本也太不平衡了吧！恶魔玩家有直接送的情报，还有能跨10几秒人的强化，难怪我这么努力都赢不了。真是太好了。等等，献祭？献祭。就算要淘汰这种死法也太奇怪了！我建议这个玩家羽山淘汰，其身份为勇者。团战副本渲染钟楼任务结束，胜利方为恶魔。点奖励：支线任务自身存活，奖励 F 级异能礼盒，击杀得分，击杀玩家2人20。玩家等级提升为2级。玩家王炫任务完成，开始回归个人空间。副本道具恶魔法典已移除，副本状态恶魔契约已清除。果然副本里的东西不能带回来，签订契约后灵魂的束缚感也完全消失了。如果不是要护着雨山把地图跑一遍，我连最后那一次献祭都可以赖掉的。反正恶魔那边对于投资对象卷款跑路这种事，应该也已经习惯了吧。副本道具被我带出来了，这是富贵险中求啊！称号系统开启，根据下次副本表现进行评定。而且我已经3级了，在同批次新人中绝对是第1梯队。
接下来只要保持这个速度，很快就可以超过那些前辈了。那些偷偷努力的混蛋休想超过我！冷静冷静，副本的事情后面再想。现在的麻烦是现实，之后我没继续受到伤害，刚刚应该只是意外吧？那个，你们是医生吧？他这个样子不需要处理吗？没事没事，他的状态我一直有在监控哦，放心吧，不会出意外的。情报公开，王炫等级3，装备幸运硬币1级，但反之刃破损 F 级，道具恶魔法典3-3 1级，各类新手道具42个，异能。目标成功回收，之后填写报告的事就拜托你了，希拉姐。太慢了，同一批次的其他样本，总部都已经派人来运走了，而且还带了个赠品回来。你是嫌后勤部门不够忙吗？没办法，目标移动了一次位置，之后所在地的安保等级有点高，事先没准备的情况下，我能不引起骚动已经很努力了。移动？什么意思？不知道，估计是被人带走了，或者是探测器故障，一开始就显示错地方了。有趣，反正下次总部回收要等1个月后，不如就趁这个时间，让我好好研究一下。刚好这个小家伙看上去还蛮可爱的，应该能给我带来不少乐趣吧。对啦，报告别忘啦。知道啦，要是不及时上传，老头子又要唠叨了。那你倒是自己写啊！我操，这下麻烦大了！我才刚刚进入游戏，正常来说不是应该给我时间狗发育吗？怎么一局出来就发现自己被人一波带走了？之前经过向下的电梯，房间位置应该在地下，角落有监控，大门有电子锁，顶上有通风口。这次 F 级异能礼包选出来的3选1奖励，其实都还挺适合逃命的，甚至可以把点数都砸在卡池里，看抽到啥再来搭配。好好操作的话，逃出去应该不难。但这样逃走根本不解决问题。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目的，不知道他们有多大能量，不知道他们和神域的关系，甚至连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都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就算成功逃脱，也会很快被再次抓住。贸然行动只会暴露自身的特殊性。所以我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在不暴露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潜入其中，多收集情报。这就比单纯的逃走难太多了。生理数据监控，温度舒适，空气新鲜，伤口处理完毕，有点硬，但比出租屋的床板好。日常睡眠不足5小时的魔卷王，在躺平中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仔细想想，现在我不用担心现实中的身体情况，可以安心准备下一个副本。其实就这样躺平也挺舒服的。这是上一届排到的那2个人。原来这游戏还有好友功能啊！玩家刘胜军申请成为您的好友。对不起啊，当时情况比较突然，那个叫何小天的有很强的预知类能力，不把他解决掉，我们根本没法玩。我指望突然动手能多换掉几个，结果没成。不好意思啊，把你坑进血印了。新人，你被吾辈那受到召唤诅咒的命运所牵连，将要面临血印的试炼。但无需惶恐，无需担忧，因为吾辈乃是无数次身负血印、无数次跨越生死之人。虽然因为神域的法则，吾辈无法亲自降临到你身边，但我意志与决心将会与你同在。这是吾辈赋予你的力量，心怀感激的收下。这2个家伙，看样子是一出来就发消息给我了。现在应该已经收到胜利通知了吧？不过他发我的这个视频是什么？难道还有什么秘籍？
长宁镇是一个安宁祥和、很少有外人前来的矿业小镇。最近因为小镇外的矿井中挖掘出了一本古籍，这里开始出现有恶灵在夜晚游荡的怪谈，导致镇上人心惶惶。考古学者罗德教授委托了5位最专业的调查员前来镇上调查真相，平息镇上的流言。游戏副本《鬼镇奇谈》。《鬼镇奇谈》为组队合作寻奇物副本、养奇物副本，共有5名玩家参与，请玩家们团结合作，共同完成任务。任务范围：长宁镇，玩家不得离开这一区域。任务目标：在任务实现的7天内回收1级圣遗物符灵文书。任务奖励5，任务惩罚5。所以在这个副本里，我们玩家的身份就是那5个最专业的调查员，而这位老先生就是我们的委托人罗德教授。等等，是我雇佣你们来调查的，你们要干什么？我是在调查吗？给我老实交代，关于那个古籍，你还知道什么？你下半辈子不想靠着尿布和轮椅生活吧？你不要过来呀！通常来说，任务委托人多少会隐瞒些信息，而且为了闹鬼的流言就花钱去请人来调查的，他肯定多少知道些什么。哦，通过刑讯逼供来彻底弄清楚甲方的想法和需求，这样才能更好的为他服务。这么好的办法要是能推广开来就好了。不过这副本为什么完成任务都没有奖励啊？因为这是需要特殊门票才能进入的奇物本，奖励就是目标本身。F 级圣酒物特灵文书。圣遗物，林耀也说过这个词儿，能用来解锁超凡体系，作为职业根基什么的。玩家10级以后就需要确定自己的职业，而圣遗物就是合成职业的材料。除此之外，圣遗物本身也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哎，连这个都不知道，你不会真的只有3级吧？我还以为你有啥能力可以隐藏等级和称号呢。萌新如假包换。不会吧，徐淼，这就是你找来的帮手？你这就是直接放弃了？我乐意，要你管。问出来了，这老头是考古队负责人，因为挖掘出的古籍被市长征收，想要取回才雇的我们这些人。也就是说，符灵文书其实是在市长那儿。目标锁定，冲冲冲！很好，我带了开锁道具，路边挑个车，我们就出发。徐淼，我们先走一步，这局承让啦！嘿嘿嘿嘿。哎，这局不是合作副本吗？副本机制是合作没错，但是作为奖励的圣遗物只有1个，大家只能各凭本事。所以这种副本大家都是尽可能的多收集入场券，就算不能组成完全的亲友团，也要多带自己人作为帮手进场。这个本总共有6张券，我弄到了3张，结果1张给了你，想让你有机会调整心态，熟悉战斗。另外1张找的帮手在最后关头把我割了。原来这种东西很宝贵吗？那当然，这可是100%出圣遗物的副本。所以你现在对于坑掉我1张票的事情，是不是很愧疚啊？哎，原来你知道啊？开玩笑的，我消息发出去才看到的系统通知。不过既然答应了带你，我就不会反悔。你也别多想，那时候我票都给你留了，就算临时想换，也组不到合适的人。所以我们只要抢在其他人之前把任务完成就行了，对吧？好，奇物本自身的难度可不低，那3个人也都是好手，你想试试？被人找来帮忙，不全力以赴怎么行？而且来都来了。既然如此，我们也快走吧。等他们闲起来，警察封路就不好办了。我们这个等级面对大量枪械还是够呛。闹起来，封路？等等，设定上官方是我们的友军吧？你刚刚进入没多久，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无尽神域归根到底是个游戏，副本世界对我们而言只是游戏的场地。在副本中不计后果，直接高效的完成任务，这就是玩家们的做法。任务：为王奶奶找到走失的母鸡。
你看他们是怎么找 NPC 问情报的就懂了。现在他们要么在策划绑架市长，要么在准备突袭市政厅。哎，市警局吗？有几个暴徒准备袭击市长。哎，对，不用谢我是热心市民。好了，我们现在去警察局录口供吧。你在干嘛？这和我们的主线没关系吧？把副本内的势力调动起来，限制对方的行动，同时为自身提供便利，最大程度借助副本自身的力量，这是我的做法。系统地图有标记功能，一路上看到商店、医院之类的，都可以在上面标出。这种场景固定、中长时间的副本，一般来说花点功夫摸清环境总是有用的。哦，原来还有这种功能，谢谢苗姐。对了，你和其他玩家对话也不用担心 NPC 听见，玩家任何违和的言语举动都会在认知上被屏蔽。看建筑风格和行人打扮，副本背景类似20世纪初的美洲，这种矿业小镇的行政力量一般不会太强。如果对方的战力和苗姐你差距不大的话，想要靠副本 NPC 彻底围杀他们好像不太现实。离间、偷袭、下毒，不知道附近的驻军有没有办法调动。对了，这个副本有恶灵的说法，如果投靠到怪物那边的话……不用做到这一步。虽说有竞争关系，但这其实是个合作副本，玩家之间一般不会直接起冲突的。居然这么和谐，难道所谓的合作者不就是用来背锅挡刀的吗？思路很棒，我很期待你被人挂在公屏上骂的那一天。总之，能获得情报上的帮助也是好的，而且西部小镇民风彪悍，说不定能给我们惊喜呢。哎，给我去死吧，你这个邪魔！我操，这民风也彪悍过头了吧？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根据世界观不同，有的副本 NPC 完全无法交流的情况也是有的。先试试看能不能让他冷静点，毕竟来都来了。说的也是。强迫自律。警长先生，我们得知有几个无法无天的暴徒潜入长宁镇。我们是来报警的。请坐。原来就是你们报的警啊！我是这个镇的警长。来，别客气。这可是禁酒令时期没收来的好东西。警长先生，我们是受罗德教授雇佣的探员，前来调查本镇出土的古籍与相关的恶灵的传说。对，是我雇的人。我们得知有暴徒想要抢夺古籍，出于安全考虑，可以请你向市长谏言，将古籍交由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保管吗？什么恶灵暴徒？我知道，肯定都是那个老混蛋在搞鬼。那个老混混头子说什么金盆洗手、回家乡养老都是假的。现在嗅到钱的味道，就迫不及待地钻出来了。派人偷走了属于镇上的古籍，还想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来转移我的注意。偷？书已经被偷走了？也就是说，书现在其实是在那位混混手里。对了，警长先生，最近镇上有什么凶杀案吗？没有，我年轻的时候可是镇上第一快枪，没有哪个混蛋敢来我这儿胡闹。镇上已经几10年没出过大案了。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哎，你没收到吗？支线任务：找寻真凶。任务说明：我会抓住你的，一定。触发支线了？我怎么没有这个任务？我们现在想去市长那问问情况。警长先生，您可以为我们引荐一下吗？小事，你就说是我让你过去的就行。对了，这个给你，拿去吧。这是枪？拜托啦！我这是触发啥支线任务了？苗姐，我在和警长对话之后，身上多了个 buff， 你有吗？算了，不管他，把主线任务搞定比较重要。你是说这个阵营认证？你理解成临时势力就行了，很多副本里都会有，算是系统功能的一部分，来帮助玩家和 NPC 区分敌我。
居然有这么方便的东西，难怪他让我们自己去找市长。来，苗姐，你看2楼那个阳台，你能跳上去吗？小意思，你想干嘛？不是说去市长那里问情报吗？你看我们的身份都得到警方认证了，洗劫下警局不过分吧？准备就位。门是锁住的，里面没有人，内部安全，可以开锁潜入。收到。等一下，这里是警察局啊！你们在干什么？找线索，顺便补充点装备。不是你请我们来的吗？自己委托的任务都不记得了吗？你很奇怪。我就是委托你们找本书而已，有必要做到这个地步吗？没事的，我们之前都和警长申请过了，他说过允许我们自己随意调查，只要不被发现，就不会掉阵营好感。警局里面的人都被派出去阻挡暴徒，所以才自己动手。安心啦，一切都合理合法。我们和那3个暴徒完全不一样。黄娟，你来看下这个。这些是最近的报警记录。孤儿院、矿洞，还有警长之前提到的黑帮，加上最开始委托人说的市长。现在我们找到的线索就是这些方向，任务物品应该就在这几个地方之一。按照流程一环环的询问 NPC， 估计这些地点彼此间会形成个任务链什么的。不过我们这次的任务是纯粹的找东西，我也不是太关心剧情，所以无所谓了。反正我们有警方许可，把这几个地方顺着搜索一遍好了。罗德教授，麻烦你去把车……啊，司机，我是说，委托人逃走了。哎，没事，在路边偷车不太合适。我们顺便再借用一辆警车好了。尹鄂安他们估计现在正在市政厅那边和警方互动，我们过去的话，估计会撞上他们。我们先去别的地方，不然被他们误会，影响队友之间的信任就不好了。不想路过市政厅的话，那镇东孤儿院走起。对了，王娟，你上一局活到最后，应该赢了不少点数，用掉了吗？没，说实话不知道该怎么用。按理来说，游戏早期应该迅速把点数投入到自身强化上，但那个坑爹卡池我实在是不想碰了，感觉就算把全部点数投进去，都不会有啥收获。很好，你现在这个等级，除了个人空间的生活必需品外，不要在强化上投入任何点数。神域的系统功能是随着玩家等级逐步开放的，比如3级开放称号系统，5级开放定制卡池，7级开放属性界面和强化，甚至可以说，直到10级通过渗透物开启职业系统，这个游戏才算是真正开始。早期尽量用副本奖励的卡包过渡一下，因为就算你在低级常驻卡池投入再多，大部分能力也很快就会被淘汰。如果真扛不住，也至少要等到5级，根据自己的规划开启定制卡池之后再投入点数。哦，我说怎么感觉怪怪的？这样逐渐展开系统，是为了让玩家先在副本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大概吧，毕竟刚进游戏的新人连心态都还需要调整，对战斗更没概念，就算给一堆强化也不知道要干嘛。说起来，你还记得我们在这条路上开了多久？不超过10分钟，而且我们出发的时间是正午。行吧，毕竟是奇物本，我也觉得不可能让我们安安稳稳解密就能顺利通关。我组你进这个副本，本来就是希望你有机会能多适应一下战斗。你这个家伙，脑子是绝对够用的，但这还不够。大部分新人被淘汰，都是因为关键时候不敢拼命。刚好现在有机会。你不是拿了不少枪吗？等下我来掩护你，你试着自己。苗姐，把安全带系好。等一下，你要干嘛？让我们提醒下这位怪物小姐。交通安全这种事情，下辈子一定要注意。生命值损失27%，
左臂与头部受损，还挂了个流血的 debuff。我自己下车去把那个怪砍了，都不至于伤成这样。没办法，我抽到的能力都是辅助类的，想越级打怪，只能稍微冒点风险啦。我大概猜到你上一届是怎么赢的了，感觉更像是丧尸一类的怪物。不过能把车撞成这样，身体强度比一般的丧尸强太多了。苗姐，那这种等级的怪物，你全力出手能对付多少个？5、6个肯定没问题。考虑到丧尸类怪物一般都没有脑子，估计再多1倍也能打。那多100倍以上。快跑！他们追过来了！外乡人，杀死他们！去死吧，邪魔！这个数量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普通丧尸也就算了，这些家伙能跑能跳，力气大的吓人，甚至还能说话。放在低级本都能当小 boss 的家伙，一口气放出这么多来，这副本难度绝对超标了。不行，活在室内也没有用。不是说他们不会进入房子里，只要找个地方苟起来就可以了吗？在我们进入前，室内确实都是安全的，这些怪物宁可绕路也不会进去。滚出我们的家园，入侵者！可只要我们一进屋子，保护就消失了，甚至连屋主都会变成怪物加入追杀。他们一直在骂骂咧咧着入侵者什么的，会不会是我们开门的方式不对？如果是里面的人主动邀请我们进入，是不是就安全了？啊！这城市里已经全是怪物了，你指望这些怪物给你开门？其实吧，好像也不只有怪物。外面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那些怪物没散开，但也没有要进来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房子周围漫无目的的晃荡。看来和我推测的一样，没有被开启过的房间是他们无法进入的未激活区域。我的一次穿透环总算没有浪费，竟然还一无休整的地方。目前看来，这个副本比我们预估的难度要高很多。白天的时候，小镇中有大规模的警力在巡逻，不光火力强，而且反应速度奇快。太阳落山后，又是满街的怪物，遇上了就是没完没了的追杀。说是寻找物品，但其实连收集情报的时间都没给我们。从头到尾每个环节都是高烈度的战斗，总觉得哪里不太对。你好，请问有人在家吗？嘿嘿，打扰啦，我们是警方聘请的探员，麻烦开下门。不好办呢。确实不好办啊。这么大个城市居然能刚好碰到，要是被发现是我们躲在安全的室内的话，他们肯定会破坏掉这个安全区，或者以此作为要挟。肉就不够分了。虽然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能力制造的安全区，但我们其他的3位队友确实就躲在里面。直接表明身份的话，他们大概率会毁掉这个据点进行转移。所以我需要你挡住那些怪物，给我争取一点操作的时间。这个房子门窗完全封闭，里面看不到门外的情况，门镜带来的视野优势就是我的筹码。快开门！警局有重要任务，需要每一位居民配合。我要伪装成来发布任务的 NPC， 把大门骗开。原来如此，他们在寻找可以提供庇护的居民。如果不是提前布置了无人机，就真被他们得手了。嘿，可惜了。既然你们无法探知里面的情况，就别怪我靠情报差进行碾压了。我只要假装成 NPC， 瞎编点对话就能把他们轰走。哈！谁会在杀戮之夜给你们开门呐？卑鄙的外乡人，立刻走开！立刻！死局，优势在我。保卫家园，杀死外来者！争取时间，还真是说得轻巧。不过，这种被人信任与托付的感觉，居然还不错。我从来不是一个擅长思考的人。你自己不会看着办吗？一点主观能动性都没有。
居然当着记者面打电话汇报，你是想让我担责任吗？对那些能将问题轻松解决的聪明人，我向往又畏惧。这次事故都是因为那个临时工自作主张，我们内部一定会对他进行处分，严肃处理，请大家放心。进入神域后也是一样，除了靠着蛮力不断的挥刃以外，我什么也不会。虽然我很快适应了战斗，剑刃也变得越来越强，但那一份迷茫与无措却始终无法斩断。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我找到了能替我指引方向的人。只要拼尽全力去战斗就好，交涉与谋略，布局与博弈，那些我不明白的一切，都可以交给他去处理。我在这里的浴血坚守，是为了掩护他在我无法企及的绚烂战场上与人厮杀。嘿嘿嘿，快开门，让我们来一局昆特牌吧！外币巴布，你再顶一下，我这边马上就能把门弄开。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等一下，就算要暴力破门，也要等我先躲开啊！也跟我一起去死吧！原来在外面求助的是队友啊！都怪这个副本没有队伍聊天，才引起了这么多误会。嘿嘿，没错没错，都是误会，谁会不想好好团结合作呢？你们两个少废话，赶紧来帮忙啊！我们这边要顶不住了。不好意思，我是没战力的新人。我的称号效果你们是知道的，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参与战斗。再说，这种规模的怪物，我全力出手也没多大意义。这已经超过我们这些无职者的战力上限了。全队战力都无法对抗，那已经可以排除坚守拖延时间的选项了。而你们是用特殊道具取巧才获得的安全区，显然也不是通用解，所以副本解法只可能是完成某种触发条件了。没错，应该是需要我们完成特定事件，或者到达特定地点才能结束这些怪物的攻击。原来如此，徐淼是找了个新人当谋士来补全自己的短板吗？你们别听他那些花里胡哨的，我都快被他坑死了。咱们一起加把劲把这些怪物杀光，问题就解决了。好像也不是。总之，我们交换下情报吧。现在看来，这个副本的任务虽然是寻找物品，但核心难点应该就在情报收集上。最初的线索指向是市政厅，但因为场景过于巨大，我们开了快整整1上午车才到市政厅。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到？是不是开错了？这个路口我们刚刚好像来过啊。当然不排除司机是路痴的原因。如果不是路上捡到了雇主，我们估计还不一定能找到地方。原来他从我们这逃跑后，就撞上另外一队人了。这待遇还不如跟着我们与警方合作呢。或许是因为市政厅就在警局附近，我们遇到了大量的 NPC 武装围攻，根本没时间仔细进行调查。强行突入后也没能见到市长，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任务物品不在市政厅内。他们居然还冲进去了。之后就是被追杀的满城乱跑了，熬到天黑追杀我们的就变成了怪物。看上去好像是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可以调查，但其实根本啥也干不了，游戏体验极差。等等，他们这个行程……你们这边呢？我看你们身上有警方的阵营 buff， 是找到了什么有用的线索了吗？自己看，我整理了警方那边可能和恶灵还有古籍相关的全部情报，都在这里了。啊！跳过线索链一次性找齐，厉害呀！矿井、黑帮还有孤儿院，原来如此。你们现在到这个位置来，是为了去最初发现恶灵的孤儿院，对吧？啊，我们本来是开车过来的，但到这里之后，满路上游荡的怪物太多，车辆无法行驶了。毕竟一开始就尝试过了，那个速度都没办法碾压过去。后来我们也试着徒步走出去，但距离比我想的要远很多。所以除非你们中谁有强化机动的能力。强化机动能力，我倒是有哎，可是孤儿院不就在街道对面吗？
等等，我们刚才一直跑动战斗的街区，原来只有这么小吗？我又听到外面有奇怪的声音，是不是那个恶灵来了？好可怕！我们回去睡觉吧。要不今天晚上就不要偷偷去河边抓鱼了吧？不要乱说话！老师好不容易才和警察那边说清楚，这些流言传出去，以后会影响你们被领养的。可是我真的……我们说好了的，晚上去抓鱼整兔子，白天就少吃点，不然食物不够，老师又要去挨家挨户的求人了。再说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恶灵这种东西嘛？后面小朋友，我们能好好聊聊吗？吵吵闹闹的，小家伙们是不是又不乖乖睡觉了？不要怕，来和大哥哥好好聊一下嘛。你去那边找找。那些家伙果然没有跟进来。哎呀，总算有好好搜索的时间了。有人来了，你好，我们是……坏蛋，请从孩子们身边离开！等一下，我们不是什么坏人。小心！哎，这个家伙！别怕，已经没事了。老尹，黄卷呢？王娟，你还活着吗？还行。我说你这运气也太差了！刚刚我们冲过来的路上，怪物就盯着你打，现在连家具都开始攻击你了。意外，都是意外。这不是趁着身边人多，点幸运币出下能。运气类的装备真是太难用了。去吧，注意安全。没想到原来老爷你是这么喜欢小孩子的类型啊！啊？你在说什么？这个任务你们都没有吗？个人任务？这么说起来的话，我之前在警局也收到过一个类似的。啊？我在镇长办公室收到过，原来你们没有吗？为了甩掉警车，把车撞进路边公寓的时候，我也收到过。当时情况太紧急，就忘记了。让我看看，难道只有我没有收到过任务吗？为什么？嘿嘿，这是对我们认真挖掘剧情的奖励。原来如此，警官、老师、镇长、混混，这个副本中关键 NPC 的数量刚好和玩家人数一致。那剩下的最后一个属于徐淼的任务，应该就是矿工了。不过这些模糊的任务说明，这东西更像是身份。喂，你是这里的老师对吧？如果不想孩子们受到伤害的话，我会听话的，请放过孩子们。要把话听完呐！我就是想问个情报。原来你们是想了解镇上恶灵的传闻呢。对不起，是我误会了。其实就是最近的事，有个孩子晚上去河边玩的时候，说看到了对面矿区有恶灵在飘荡。思思，我真的看到了，一定是因为矿井里挖出的那本古书。镇上好多人都说是我们惊动了恶灵。不要乱说话，镇长小姐已经请了一位有名的教授来研究了，事情很快就会解决的。喂，你听到了吗？镇长请来的。这里就只有一个指向矿洞的线索吗？和我们的线索重复了。哎呀，麻烦了。看地图，矿井是在小镇的另一端强行冲过去，路上估计要减员了。对了，老师，随便再问一个问题。请说。你仔细回想下镇长请来的那位教授，是这个人吗？回想，你好像……去死吧，外来者！
那么罗德教授，能请你解释一下吗？为什么镇上的每一个人在看到你的第一时间都会想要攻击你呢？我怎么会知道？而且你们是我雇的人，只要找到我要的东西就行了，别的不用管。对哦，你是雇主，嘿嘿，放心放心，我这个人最有契约精神了。哎，我都忘记了。我还在想为啥一直要带着他，还好没丢。不过，我们的任务内容好像没要求雇主一定要活着呀。我收到长宁镇的镇长来信，说小镇上挖掘出了一本奇怪的古籍，在出土的矿洞引发了奇怪的现象，影响到了工人的工作，希望我来将其回收。结果，在我无意念出上面的文字时，意外发生了，绿色的光芒席卷了整个小镇。之后，小镇上的人就都变成了这个样子了。杀掉外来者！大坏蛋！我来帮你吧。他们想要攻击我，可能因为是我引发了这一场灾难吧。但是请相信我，我只想找回那本书，来挽回这一切。任务完成，支线任务寻找真凶，获得奖励。特殊道具兑换券，是你引发了这一切，至少这条是真话。所以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吧？为什么这些消息其他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找你回收这种有异常的古籍？我们刚刚来小镇时，那一切正常的状态是怎么回事？还有，既然是你最后念的咒语，为什么你不知道书在哪？事情发生在1个月前，这么长的时间里，你在干什么？教授，谎言用言语创造奇迹的魔术，必须环环相扣才能精彩绝伦。来吧，我在期待你的表演。发生了啥？他们在说什么呀？这个 NPC 给的任务说明和我们得到的情报完全对不上，甚至在刻意误导我们。这家伙有大问题，不弄清楚就是在白忙。撕裂风波，静默言语，那是星空与人的倒影。大家小心！什么鬼？突然就开怪了！仪式都已经快完成了，你们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安安稳稳的逛上3天就好了。结果你们袭击市政厅，洗劫警局，偷车撞楼，强闯民宅，把整个小镇的心灵环境弄得乱七八糟，居然还问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弄懂了，原来书一直在他身上，他的目的只是带着我们在城里跑上3天，好拖延时间。哦，难怪我感觉这个副本的任务线好乱呐，感觉就是在不停的跑路啊。所以系统的任务要求是找到符灵文书，而不是将符灵文书交给罗德教授。哼，既然你的诡计已经被我看破了，其实和你没什么关系。那这局游戏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嘿嘿，哒哒哒，战斗结束。玩家骆小南生命值归0，淘汰出局。小南，你干嘛要挡我的技能啊？我大招 CD 很长啊！星爵，你就是个……好友骆小南向您申请开启语音交流。拒绝！刚才在攻击命中的瞬间，教授和骆小南突然换了位置，应该是他手上那个圣遗物附带的法术效果，防止被围攻吗？感觉挺好用的。喂，光头，你一个人搞得定不？都离远点！这次我一个人来打。管你是什么法术，只要快到让你放不出来就完事儿了。什么？操！
没攻击他的人也会被换过来。这样都没死，你保命能力不错嘛。你的语气为什么很失望啊？而且不用施法时间这能力，不会是被动吧？这怎么打？小鬼们都给我进去！看来这局没法挂机了。徐淼，合作，装备最后揉点，拿到的人补偿对方1000点。妥，你说吧，怎么打？操！为什么又是我一个人在扛？要死了，真的要死了！好说，既然他的能力效果是和其他人换位置，那么只要用不分敌我的大范围能力就行了。1级召唤，幽影触手。现在你无路可逃了，无论你和谁换位置，我都会第一时间加强那里的触手绞杀。当然，直接对我这个施法者发起攻击是个好办法，是要先过我这关才行。绞杀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持续攻击，不用担心你突然换位导致杀死队友，所以将军了。不对，快停下 ！BOSS 都打完了，你在说啥？搞定，该分装备啦。玩家徐淼生命值归0，淘汰出局。情报公开。怎么可能？徐淼死了，被我一下秒杀了，爽！看来我输出其实还是很高的，这个等下一定要发公告炫耀下。小心！时间到了，现在怎么打？我扛不了几下了。不好办啊！以徐淼的体质，就算吃满我的全力绞杀都不会死，更不用说在最后关头换位过去，那一下连他的血皮都打不掉。所以 BOSS 的能力根本不是位移，不弄清楚的话根本没法打。所以，先想办法拉开距离再说。哼，这个我熟，崩彻麦溜，走得掉你！我操，居然还有场地封锁！哎，又被耗死在这里了。这局没了，这个副本难度究竟是什么鬼？霍雪洞，罗德教授。哎，王俊，原来你还活着啊！你是指望手上的那把枪吗？放弃吧，我已经试过了，副本道具也对他没额外效果。不一样，这次我已经抓住他了。该死！真的停下了？为什么？你们两个还记得我们分开的时间和之后的行程吗？我们在路边弄了一辆车去市政厅，因为距离太远，开了整整1上午，中午才赶到。可我和徐淼在你们之后出发，只用了不到1小时，就到达了市政厅旁边的警局。什么？在我们和警方进行友好合作的时候，一不留神让我们的雇主罗德教授溜走。随后你们在路边偶遇罗德教授，然后才成功到达了市政厅。然后我们在中午离开警局前往孤儿院，可还没有到达就发现时间已经到黄昏了，直到和你们会合才发现近在咫尺的孤儿院。与此同时，你们经过了整整1下午的战斗、搜索，并且对小镇多处进行了深入调查。时间错位了，并不是副本调查时间过短，而是只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能有效的活动。没错，因为从最开始在长宁镇中活动的，就只有罗德教授一个人而已。而我们这些玩家，不过是他内心中的多重人格。所以其实刚才的战斗都是发生在他的内心啊！这种内心中的战斗，他作为主人格，可以让我们来代替他承担受到的全部伤害。所以真正能制约他的，反而是王娟这种直接想要杀死自己肉身的决心。等等，那岂不是说我们要么被他干掉，要么同归于尽？这怎么打呀？没错，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不要到处惹是生非，在这个虚幻的小镇中待上3天，无声无息的消亡不就好了？很可惜，这个小镇并不是虚幻的。整个长宁镇，那些被你害死的无辜亡魂们，
来复仇了。没必要待在这种没前途的小镇。如果你真想从政，我有办法把你调入州议会。我是这里的镇长，我对镇民们承诺过会把长宁镇治理好。我哪里都不去。大家加把劲儿，全镇的人都指望着我们呢。最近又发现了新矿脉，日子马上就要好起来了。没错，我就是个老混蛋。可如果你敢在长宁镇闹事，我就算拼上这条烂命，也会让你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死人了！天哪，是凶杀案呢！镇上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我会抓住凶手的，我发誓。最近镇上有点乱，不过那都是大人们的事情，你们只要快乐的长大就好了。放心吧，老师会保护你们的。我成功了！我成功了！谁也别想阻止我！来吧，献上你们卑贱的灵魂，作为我永生的燃料吧！所以，真正的故事就是，这位罗德教授利用符灵文书献祭了整个小镇的居民，将他们的灵魂从身体里抽取出来，用以发动某种法术仪式。结果，大量疯狂不甘的灵魂涌入他的脑海，把他变成了疯子。你们这些燃料，就不能给我老老实实的等着消散吗？所以我们带入的角色是依然保持自我的5个灵魂。支线任务其实是帮助我们发现真相的身份提示，准确的说应该是执念。你们应该注意到了，我们接触到的人都是没有名字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自我了。但最后那强烈的执念，把造成这一切的凶手变成了精神分裂的疯子。所以 BOSS 其实没办法直接杀死我们的。他的攻击虽然打在身上很痛，但其实到最后会缩血。难怪我一丝血浪到这么久都没事儿。这个副本中真正致命的是时间。副本任务的3天时间限制，应该就是 BOSS 彻底完成仪式，消灭这些灵魂需要的时间。那个正常的小镇，就是为了让灵魂以为自己还活着，拖延时间而建立的。如果我们真在里面老老实实的做任务，时间一到就彻底完蛋了。所以我们现在该怎么做？继续和白天一样闹腾，打破幻境，靠着唤醒的亡灵把这个家伙彻底逼疯？去死！给我去死！不过我们作为他的副人格，好像也在攻击范围内。这和夺取身体控制权自杀一样，对任务没有任何帮助。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任务物品吗？我能掩护你行动。帮我！你们这几个蠢货！我死了，你们只会一起死而已。你们有自己的意志，没必要给这些亡灵陪葬。我可以允许你们与我共存，等我掌控了符灵文书，为你们寻找新的身体也是轻而易举的。一种办法就是他说的，完全和他共享身体，自然也就算得到任务物品了。保护孩童，任务失败。另外一种呢？我这里有个道具，或许可以卡 bug 把他的灵魂从躯体里剥离，但不保证成功。就这个，3张奇物本门票而已，我赌得起。如果失败了，徐淼那边我出补偿。没问题，献祭灵魂这种事，刚好我也会一点。那就希望地狱的恶魔们会喜欢他邪恶的灵魂，毕竟他现在和我共享身体，也属于我自己的灵魂。结束了。真是个让人不舒服的副本。来吧，说好的肉装备，徐淼不在，就由你替他了。哦，没问题。这是这次副本又浪费了，王卷也被干掉了。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挺能干的吧？苗姐，那个圣遗物符灵文书我拿到了，该怎么给你啊？怎么样啊？死过一次之后，心态是不是改变很多？所以只要接受了游戏的设定，在神域里面生活也……啊？你说什么？拿到了？
快啊！快，帮我看一下这个圣遗物的词条是什么？啥？就是卡片说明的最下方有几个单独的符号。看到了，是心灵和知识。啊，我就猜有心灵，另外一个还指望是生命或者契约什么的，结果是知识啊。这有什么用？开启职业啊，2个1级圣遗物能合成出一份职业灵药。至于合成能否成功，以及合成的职业是什么，就要看使用圣遗物的词条了。比如我想要的职业佣兵，就是用契约和战争词条合成的，而野蛮人的原料之一，听说是生命。总之这玩意儿不适合我，你先拿着用吧，我看能不能找人卖掉，到时候分你点数。啊，谢谢苗姐，真是帮大忙了。嗨，你自己凭本事弄到的，和我客气啥？你最后要用它合成职业的话，300点拿走就行。职业嘛，我会认真考虑的。早点决定职业方向，能少走很多弯路。你心里有数就行。苗姐，你怎么了？没事，我在洗澡。如果你没有视频需求，那我就先挂了。啊，那我就不打扰了。怎么又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小伤口啊？啊，又要消失了。算了，不管它，下个本好好努力，一定要刷出想要的圣遗物。奇物剧本《鬼阵奇谭》主线任务完成，支线任务完成，获得 F 级任务物品兑换券捍卫者，副本探索度64%，获得32点奖励点数，玩家等级提升至4级。枪带出来了，原来就算没有主线任务，这个副本还是有其他奖励的呀。根据玩家之前的副本表现，玩家获得以下称号作为选择：守法市民，你热衷于与副本中的官方势力合作，是一位积极守法的好市民。副本中的官方势力将会一定程度无视你的存在，将你的绝大多数行为视为合法。备注：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居民的义务与责任。横冲直撞，你的座驾就是你的武器。你使用载具进行冲撞时，伤害加深20%，载具受到的损伤减少20%。备注：你别管车坏没坏，你就说人死没死吧。要害洞悉，你会在战局外进行冷静的观察，寻找击败敌人的办法。在30秒不受打扰的观察后，你会发现目标的一处破绽，对破绽进行攻击，获得100%的额外伤害。备注：什么全场 OB， 我这是在找机会。称号一旦选择，在下次获得前无法更换，请玩家谨慎选择。称号效果确实不错，难怪可以基本决定玩家的整体战斗风格。问题是我现在就1.0岁异能，根本没有可以配合的能力，有点麻烦呀。综合评定玩家等级与副本难度，该副本难度为极难，玩家获得100%额外奖励点数，获得100%额外经验。玩家获得32点奖励点数，等级提升至5级。玩家连续通过极难副本，获得特殊奖励自定副本入场券。提醒：由于连续成功极难副本，系统将重新评估玩家实力，进行副本分配。原来这种额外副本也有难度判定。等等，我5级了，也就是说，专属卡池开启。本卡池将根据玩家称号、职业以及玩家设定的关键词进行定制。10点一发入魂，100点10连出货。这个游戏终于有可以好好氪金的地方了。等级5，奖励点数199点，圣遗物 E 佛灵文书，装备 E 幸运硬币 F 反弹之刃（括号破损 F 捍卫者 E 恶魔法典2/3）。冷静，我现在一共有199点奖励点，以防万一需要留50点作为储备，剩下的149点全部可以投入强化之中。这次称号选择将直接决定我早期的发展方向。综合来看，要害洞悉100%的破绽打击的输出效果是最强力的。如果选择的话，卡池里估计会多出很多刺客或者射手类的能力。同样横冲直撞的风格也很明显，卡池基本会向着载具和驾驶方向偏斜，不论是早期战力还是发展潜力都很不错。问题是我不只有神域内的战斗需要处理，而且提前考虑自己的职业吗？
心灵，还有知识。无尽神域，将玩家囚禁其中的死亡游戏，但其分自身拥有多重保险机制，威胁生命的压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目前看到的大部分玩家都很好的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在接受无法离开的事实后，如果不追求等级与圣遗物，只选择简单难度的副本，对于不少人来说，神域中的生存压力甚至小于现实都说不定。我现在度过3次副本，有了一定的点数储备，算是在这个游戏里彻底站稳了脚。现在最大的威胁是现实中的这个神秘组织，虽然目前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恶意，他们不知道我能行动，逃跑的话也不太难，但在现实中定位玩家的能力威胁太大，必须趁着这个进入其内部的机会，把他们的底细摸清楚，才能做出下一步的决定。想要自由调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各种电子监控设备。根据声音判断，外面不时还会有工作人员经过。由于跟神域密切相关，不能排除对方拥有超凡力量的可能，以及紧急情况下的逃生也必须考虑进去。离线模式中，除了圣遗物之外，其他的道具和装备无法通过下载带回现实，所以最主要的倚仗还是异能。声号选择守法公民，玩家定制卡池倾向，潜入、伪装、欺骗，设定完成。卡池相关圣遗物：符灵文书，词条为心灵、知识。定轨完成。鬼影出行，王卷定制卡池，卡池等级无职者，1级卡出货率高达 5%，D 级卡出货率高达 0.1%。那么体现这件1级装备最强价值的时候到了。要来了要来了！没 D 级卡，1级也只有3张，幸运币影响抽卡的效果没我想的那么明显啊！不会系统有限制吧？而且6个是装备和道具，还有个1级也是道具，坑死了！现在急需的异能只有4张，也没特别好的东西，看来剩下的点数也不能省了，继续抽吧。哦，等等，这几个异能如果一起用的话，好像可以呀。身份验证中，请站在原地。支援部人员申请进入，对临时收容物01进行日常维护。哎呀，真是的，支援部本来就忙，还要给我们找事儿。这个家伙什么时候能送走？这就不是我们安保人员能知道的了。验证完毕，允许进入。哎，下班后要不要和我一起去供应部吃饭呀？别做梦了，你们哪有下班的时候？请不要说出来呀！记录生存状况，满足生理需求，之后还有清洗工作，感觉又要加班了。啊，灯坏了！情报公开，剑奇鬼祟异能，召唤出一只小型鬼祟，它以人类的惊恐为食，会在范围内引发灵异事件，对其中的人类进行恐吓。但因为能力问题，它能干的最可怕的事情是将最多50平米范围内的人造光海关闭最多3分钟。备注：你怕黑。姐姐不要乱动哦，乖乖听话才不会受伤，你明白了吗？我问你答，这是什么地方？知气联合会临江分部。准备给我注射的是什么？肾上腺素，还有一批莫达菲尼以及复合体能补充剂啊，主要是葡萄糖和脂肪乳。你不要误会，身体的状态会反馈到精神上，所以在收容初期，我们才会注射兴奋剂，帮助玩家提高存活率的。无灵文书，思绪窥探。醒过来了！这个渴死我了！得到的信息一片混乱，大部分都是无意义的杂音。你们为什么要把玩家都抓过来？我就是负责照顾你的小职员，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这位姐姐，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啦。没关系的，我也没受伤。我是为接下来的事情道歉。虽然还想多问一会儿，可惜没时间了。摄像头那边不能再拖下去了。
光影魔术变出来的虚影瞒不了多久的。你的身体，让我用一下吧。室内摄像头破解完成。安保部，临时收容室这边的摄像头被我不小心弄坏了。真是的，你等下，我让维修人员过来。不过仔细想想，也不是什么大事。你先忙自己的，我有空再报位下。合理拖延异能，大幅度降低某个事件在相关人员心目中的紧急程度。授权期限内开锁完成，门锁开启完成。生理监控用他的身体来代替，虽然数据上有差异，但只要不是长时间关机，至少不会引起警报。最后再稍微模糊下昏迷前那一点点记忆，让他醒来觉得是梦境。这边走廊的灯怎么关了？不会坏了吧？潜入开始，逃脱完成。大幅度降低某个事件在相关人员心目中的紧急程度，异能施法对象为一个具体的事件，但效果受处理该事的目标数量、他们各自的精神强度、事情是否在观察范围内等多重影响。该效果最多持续到当日结束。备注：明日何其多，不妨再拖拖。果然，玩家现实中所处的环境会一定程度影响到他随机进入的副本事件类型。要赶紧把论文发给上级实验室，这种关联或许在圣遗物副本里更明显。所以，外界有办法直接看到玩家在神域中的情况。哎，如果这么方便就好了。事实上，我们只能通过脑电波和激素之类的数据侧面观察，哪怕在极端情况下，也只能获得这样零星的模糊画面和音频。哦，确实很难看清楚。刚刚有谁在这儿吗？灯是什么时候被关的？午餐时间怎么有人进档案室啊？连午休都要查资料，外国研究员还真是辛苦啊。光影魔术一级异能，通过控制光影效果，构建可投射到现实的全息影像。玩家、圣遗物、副本、职业者，这个联合会对神域的研究很全面呀。全息影像的观察角度局限性很大，稍微认真看下就会发现不对。但用来欺骗固定位置的摄像头刚好。至于其他工作人员，就让见习鬼祟关闭光源，让他暗影离开，避免和他们接触。阴影部（括号改名 F 级异），短时间内将身形隐藏在阴影中进行移动，略微真正的进入幽影界，只是一种类似视觉效果的伪装而已。遇到紧急情况，还能用符灵文书将目击者击晕，抹去看见我的记忆，甚至利用他们的身体掩护我行动。虽然我在神域里只是个新人，只能算刚摸到超凡力量的边缘，但现实中我已经能对神秘组织的安保系统视若无物，这种感觉还真是……头好痛啊！异能使用太多，精神力枯竭了，现实中也没个界面提示，精神开始恍惚了。空蓝也太危险了，得赶紧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刚才看到的排班表，这里的存放时间是每晚9点。清理更是每周1次，平时绝对不会有人来，算是个安全区。趁现在整理一下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支系联合会需要通过玩家来获取神域中的情报，那么可以排除他们能进出神域，甚至直接是神域的创造者的可能。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虽然手法有点粗暴，但从结果上来说，都是在保护玩家们现实中的安全。如果留在这里还能分享联合会探查到的情报成果，真香。这样看来，我倒也没有必须暴露自己的特殊性，也要立刻逃离的需求。苗姐，你之前说想救只野蛮人，他的配方是生命加上自然，然后荣誉加上战争合成的骑士，听名字也挺适合你的。我只要利用联合会的情报，加快在神域中变强的速度，再通过更强的实力强化在联合会中的自由程度。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不能被发现，不然被圈养都是最好的结局了。现在已经快3点了。这里怎么会有人？果然在这里偷偷睡觉不会被主管发现。睡觉？这个时间在这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摸鱼？无法理解。
不能接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去给我好好工作呀？我的眼镜呢？哎，该死，精神力还没恢复，也只能拼了。等等，你是琳琳？是王娟啊！我看你被打晕了，于是就跟上了救护车，准备看情况是否需要联系学校或者你家里人。谁知道就这样被强行带到这里，不允许离开，还被安排进了后勤部负责清洁工作。抱歉，是我连累你了。没事的，你不要往心里去。我会想办法，尽快帮你逃出去的。啊，我是说真的没事，毕竟联合会的福利还蛮不错的。食宿全免，5险1金，不用加班，待遇也比一般公司高好几倍。学校那边也去帮我开了实习证明，主管说等我3个月转正成正式员工后，就可以和家里联系了。1年后开始逐步恢复自由。这联合会明面上是巨型财团，连外围都是我不够格去面试的跨国企业。出于保密方面的要求，反而作为权力核心的本部一直缺人。主管说我升职空间很大。王俊，你没事吧？羡慕，我好羡慕啊！琳琳，你觉得从游戏中醒来的玩家能给他们投简历吗？不过我确实听人说你的意识进入到了一个游戏空间里了，居然可以醒来吗？真是太好了！那你知道其他被带进来的玩家怎么样了吗？不清楚，我现在只能在最外围活动，内部实验室完全进不去。是这样啊，看来他这里问不出什么，精神力恢复了一点，不能继续聊下去了，不然最后要淡化的记忆太多，恐怕会处理不干净。王俊，你是在不安吧？突然进入一个莫名其妙的游戏空间，醒来又发现自己被囚禁在陌生的实验室里。虽然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不清楚，但你先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能清醒过来，等我的消息。这一次我不要只是在一旁围观，这一次让我来帮你吧。谢谢，那就拜托你了。我记得你是在临时授课室对吧？直接送你回去就可以了吗？我都安排好了，现在回去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其他的等下次再进行调查。那边后勤部的姐姐，你过来一下。那个，我权限不能进入内部剧城。没事没事，我特许了。这里需要你帮忙清理一下。啊，那是苗姐。这个废弃素材我懒得去销毁了，一些灰烬而已，应该不难处理吧。徐苗姐，对不起，你都是为了帮我才。没事没事，我看那个老混蛋不爽很久了，这下他就算出院也不敢再对你动手动脚了。那我就先走啦，大家好好干，有空再一起喝酒啊。我公司宿舍没了，买了晚上的车票，准备回家住几天哈。死丫头，你是不是又多管闲事，得罪了人把工作丢了？不是闲事，而且也不怎么算得罪吧。行了，我还不知道你爸已经在煨汤了，早点回家。回家呀？你们知道吗？第一梯队那边有传言，只要进阶成为职业者，就有机会兑换到回归现实的权限。居然能回去？真的假的？问题是刷圣斗物也太难了吧？知道的配方词条刷不出啊！不管配方，自己随便尝试，好不容易弄到的圣斗物居然会直接爆皮！战争和生命居然不能合成吗？明明听着就很配啊！苗姐，你之前说想救只野蛮人，他的配方是生命加上自然，然后荣誉加上战争合成的骑士，听名字也挺适合你的。职业配方？
这小子牛逼啊！这种不可能有人公开的高价情报，他怎么弄到的？战争的话，我记得有人在买。就是说，我只要再别一个荣耀就成了。这样的话，该死，怎么又开始疼了？徐淼进入神域5个月，共通关副本47次，等级10，未获得职业模板，判断为无权利玩家，失去观察价值。这是发生了什么？将成为探针载体，原本玩家销毁开始。究竟是怎么回事？脚本载入完成，探针激活，运行状态良好。切，好废物的躯体！何远王卷邀请您进行通话。苗姐，你现在怎么样？你没事吧？啊？你小子在说什么？我在和冒牌徐淼交流的过程中，没有露出异样，还活着。难道说我看错人了？还是说，只有我在现实中受伤才会返回到游戏里？当然没事。不过，王俊啊，你为什么会突然觉得我有事呢？怎么样？现实世界的感觉如何？没有想象中的好。你真的有把原本的肉体彻底销毁吗？数据冲突依然很严重。当然，我可是严格按照规章操作的。新人有上进心是好事，但是不要太心急了。想要让信息实体化，你至少要获得职业基盘吧？职业吗？干嘛？合成职业用的圣遗物啊！你们有多的吧？自己想办法。联合会的财产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别刚刚诞生啥事没干就想着要资源。好恶劣的企业文化，这就是现实世界吗？我已经想回归大数据库了。哎，对了，你说刚刚诞生的时候有个视频通讯，是怎么回事？是原主的好友，他们刚刚双排了一个副本，原主在副本中死亡了，所以来问问情况，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注意一点，我们在现实中怎么样都无所谓，但在神域里，死了可就是真的死了。了解。不对劲，刚才的徐淼绝对不是他本人。真正的徐淼已经，这个组织联合会，他们会通过在现实中杀死玩家来夺取账号，太危险了，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可他们锁定玩家现实中位置的原理还没搞清楚，这样逃离的话，很快会被再次抓住。一旦我可以离线的能力暴露，就彻底完蛋了。可是继续留在这里，随时会有危险，说不定在我下次进入副本的时候就会。还是要逃。如果逃远一点的话，说不定……该死！冷静下来。我在和冒牌徐淼交流的过程中，没有露出异样。之前在联合会实验室内的行动，收尾工作已经全部处理干净。现在我大概率还没有暴露。按照琳琳的说法，把我从临时收容室内移出的安排要等到1周后。这和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情报一样。临时收容室的卫生工作还要1周的排版，我会找机会去看你的。逃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必须要把暂时安全的最后1周利用到极致，必须变强，用我冒险从联合会获得的情报去变强，投入全部的点数，不留退路。剩余点数34 ，F 级装备加1强化，费用10点扣除。F 级装备加2强化，费用20点扣除。F 级装备加3强化，费用30点扣除。有了1级的武器，我伤害不足的短板就勉强补上了一些。剩余14.9 ，F 级道具强化上限为3，破格强化为1级装备，费用20点已扣除。1级龙刃1文字，说明文字：制械科技与冷兵器锻造的完美融合，充斥着能量的剑刃能切开钢铁。特殊能力闪，通过快速的挥刃格挡正前方的攻击，并且将射来的飞射物向瞄准的方向反弹，持续2秒。如此使用会大幅度效果刀刃的耐久，如此使用会大幅度消耗刀刃的耐久。接下来是之前10连抽出的副本入场券，随机入场券。
剩余4点，随机入场券享返，获得定向入场券，费用10点扣除。使用定向入场券，定向副本类型，团队竞技场。团队竞技场，点数奖励极高，无特定难度分级，任何等级玩家都可进入，是否确定？确定。随机团队竞。征发都市维生阵营对抗副本，全部玩家将被分配为 A、B 2组进行对抗，胜利的一方将获得大量奖励点数。券，你所分配到的阵营为 A 组副本剧情导入开始。伦敦最早开始走向工业化的城市，在这里，巨大的机械吐着钢铁和煤矿，用蒸汽推动着文明的变革。但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适，比如大陆的宿敌、极端的教徒，甚至本国的贵族。他们招募间谍潜入这座城市，对那些推动进步的学者、官员甚至王族进行暗杀。他们的手法诡异，神出鬼没，仿佛会魔法或者巫术。乌格兰场在他们面前束手无策。为此，女王特别组建精锐小队，执法代理人，简称 ALH， 也就是你们。你们背负着女皇的信任，享有巨大的特权，需要尽一切可能去保护重要目标的安全，同时去将那些蛆虫一样的间谍挑出来，格杀勿论，一个不留。法外特权 ，A 组全体共享12点权力点，这代表你们的权威，可以消耗其用来勒令整个伦敦，来满足你们哪怕最无理的要求。A 组任务目标： 1. 保护 VIP （括号重要角色）。VIP 一共9人，具体信息可在任务详情中查询。任务结束每存活1人 ，A 组全体获得10点。2. 猎杀间谍，将间谍彻底杀死，击杀者获得50点。A 组胜利条件： 1. 击杀全部间谍。2. 日出，满足任何一个立即胜利，胜利方全体获得100点。A 组失败条件： 1. 全部 VIP 目标死亡。2. 全员被击杀，满足任何一个立即失败，失败方全体扣除100点。注意，竞技副本所得奖励点数根据玩家评级赋予系数进行调整。玩家王卷等级5，无职者评级 F， 系数1，玩家将获得100%的最终奖励点数。征发都市 A 组，潜入开始。竞技副本就是将玩家分成2组进行正面对抗啊，所有人都能进入，奖励点数通过系统进行平衡，所以在这个副本中。无论敌友等级都应该会高出我很多，对我而言，难度会比极难副本更加夸张。不过现在也没办法慢慢发育，只能拼了。往好处想，我只要努力不拖后腿，就能等着被队友带飞。小躺一局，小躺一局。好巧，王卷，我们又排到一起了。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你这等级怎么敢排竞技场？而且还和我一队？之前带过我一局的那个好心人，我们加了好友。他听说我缺点数，就带我来双排了。什么大冤种居然会愿意带你双排？哎，等等，能带动你的高手应该非常厉害。那这局岂不是？你好，我就是那个大冤种。这高手好像也没有很厉害呀。哈哈，不要小看人哦。作为雇佣我的报酬，上个副本结束后，尹鄂安把自己不用的圣遗物给了我自己又贷款买了一个，我现在已经是高贵的职业者了。灵药等级11，称号衍生魔像，职业贵族。2个新人无职者，一个新进的精灵使，该死！这局竞技场究竟是怎么回事？哎呀，是灵药大佬呀，嘴上那么嚣张，上次还不是输了。你在这得意什么？那局你和我是一边的。哎，都是熟人，好巧啊！这个傻妞姑且不论，王娟的能力我是认可的。问题是，你们看看对手的名单。徐淼，难道说这些人也是23级、25级？这是怎么回事？竞技场不是会尽量平衡的分配战力吗？对方等级为什么会比我们高这么多？不好意思啊，可能大概是因为我……引导者，原来你真的也是玩家啊！引导者艾拉，战力榜第5的绝对强者。你不是应该和攻略组的高手们一起开荒起舞本吗？为什么会出现在竞技场呢？我最近有一点点缺点数，所以一直在打竞技场。他非要拉着我双排，这局就拜托2位大佬了。情报公开。竞技副本：征发都市第1天上午9点，多云
送到手边的完善情报。伦敦各部门情报将在此汇总，每日早上9点自动更新。任意调动的直属部队，警卫总计6队，每队12名，若有伤亡，将在次日补充。影响整个副本的政令特权。玩家在其上签署的政令将及时生效，根据命令消耗一定的特权点数。还算不错吧？还有随意取用的顶级红茶和雪茄。这种好东西在空间里都要专门花点数买的。这一局我们一组优势也太大了吧！警卫的战斗力我检查过了，虽然没有重武器，但整体战力接近精锐近代军队。就算是我，面对这样部队的大规模围剿，也只有逃跑的份。对方在战力上没有与我们正面对抗的可能。不过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需要保护的目标太多了，而且分散在这个巨大都市的各个地方。西区2人，北区2人，格林威治区2人，其余3个区域各1人。B 组作为进攻方，可以轻松的集中兵力，我们却会顾此失彼，疲于奔命。这里的茶点也很不错哟。真的吗？我也要。接射程之后，我每天都在吃盒饭啊。你们可以认真点吗？不好意思，我有些话想对大家说。因为某些原因，我这边奖励点的需求有点大，相信大家也都一样吧。失败惩罚、日常生活、强化购物，在神域之中的每一天都需要消耗奖励点数。剩余点数1点，随时会进入血印局；剩余点数4点，随时会进入血印局。就算等级再提升，获得的奖励变多，但开销也会随之上涨，奖励点数只会越来越不够用。连续战败3局，储蓄归0。这一局游戏我必须要赢，而且我相信只要有决心，就算是新人也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不明原因产生的资金缺口2万点，所以为了奖励点，拜托大家拿出全力来，和我一起努力吧。为了奖励点，为了奖励点，天啦！第1天上午9点50，多云。就是你要投资我的研究项目。VIP 角色牛顿爵士。没错，可以带我去你的实验室聊聊吗？ B 组周可，23级，称号强袭铁玉。行吧，希望你能明白这项研究的价值。我这边已经找到要清除的任务目标了，等到没人的地方就动手。反应过来也没事，这局对面一堆新手，来了也是白送我人头。艾沙科，这位大人有事找你。今天访客怎么这么多啊？是一对玩家。放启动！该死，居然被抢先一步。异能合理拖延。这个距离，如果对方直接对 VIP 下手，我根本救不过来。没有职业能力支撑的1级技能都拿来用，还真是菜鸟啊！既然你自己送上门了，那你的人头我就收下了。不认闪，你是怎么敢的？哼，你手上不就是一个1级弹反类装备吗？有什么敢不敢的？你这实力，我闭着眼睛都能打。我是说，你是怎么敢冲过来的？啊？伦敦区皇家法院第1天上午9点55。我已经成功潜入皇家法院了，一切顺利。B 组希尔19级。女人！副本指令蒸发。对，没有被任何人看到。目前这里没有发现 A 组的人。果然，他们根本守不住这么多目标。这次我们阵营任务也太轻松了，赶紧搞定下一局。哦，哈哈，我这边直接遇到个5级的小菜鸟，看我10秒内解决他。知道自己实力弱小，就依靠副本实力来弥补，表现倒是不错。兄弟，看你的称号是专精与势力交流的类型吧？加个好友，哥有空带带你。周可，好友请求，同意。那怎么好意思？所以这次能不能放我一马？给新手弄死，我会被挂上搞笑视频的。做人留一线呐。很好，要保护的 VIP 目标安然无恙。请问，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任务目标 VIP 角色艾沙科、牛顿。皇家特属机关 ALM， 负责保护你的安全。这是什么世界观的牛顿呀？难道这其实是个 Galo Game 的世界？麻烦请你跟我走一趟吧。现在伦敦城内非常危险，不管怎么样，先回收再说。你也看到了，有一些邪恶的变态刺客想要对你下手。啊，邪恶就算了，变态是什么意思啊？也只能这样了。不过我要先回实验室一趟，有些重要的实验记录要拿。该死，不要小看职业者，你以为这样就能战胜我吗？职业工匠，在对应职业加持下，我的异能发挥出来的威力是你无法想象的。圣遗物机械神恩。这是出来吧，我不动铁地。极端强化阵地战的类型啊，这就是23级的高手吗？好厉害！怕了吧？就算是前10的高手，能撼动我的人也屈指可数。你说的实验室是在这边吗？等下，不要走，来正面上我！北区帝国大学上午10点15。各位，大学这边安全接到 VIP 目标了，不过遇到的敌方玩家想要处理掉的话，要花费全力一点，让军队调重型火炮过来。伦敦区皇家法院上午10点15。法院这边遇敌，还好我早到一步，把 VIP 藏起来了。对方失去目标，不想和我拼命，已经撤退了。西区议会大楼上午10点16。我让3队警卫在议会和皇宫附近布防，不过一直没遇到敌人来。卡姆登区居民区上午10点17。卡姆登区这边的房间是空的，没找到 VIP 目标啊，但不是被 B 组击杀了。对方的人看我带了队士兵，还没靠近就跑掉了。北区大图书馆上午10点17。不好意思，我这边来晚一步，到的时候就显示 VIP 被击杀了。动手的是程雨柔，21级的枪手，被他残血逃了。白教堂区白教堂上午10点18。我在教堂区没等到敌人，过会可以把 VIP 主教接走了。最危险的第一波进攻只被干掉了1个目标，看来我们把警卫集中在新人身上的战术起到效果了。引导者前辈，我们之前商量的，现在可以确定位置了吗？都说过叫我艾拉就可以了。至于位置，敌人发动进攻的点结合他们到达的时间，找到了。B 组的出生据点应该在博物馆附近。第一波刺杀后，不论成败，对方都大概率会回到据点休整。趁着这个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伦敦城北区大博物馆附近，引导者称号特权，目标指引。在接下来的30秒内标记出自身为中心的1公里内的任务目标或敌方单位。找到。你是什么人呀？从我家里滚出去！这里没叫应召女。真的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受伤了，需要找个地方躲躲。程雨柔21级，称号枪斗专家。副本指令蒸发，你家借我用一下就好，非常感谢。我这边遇到了小溪，完全打不过呀，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现在周围没有 NPC 看见我。我准备要上浮修整了。这是抓到了。没那么容易。异能带御天降。第一个，然后异能漫游。喂，我都融进墙里了，还能被看到？你这能力也太赖了吧！洛鹏程20级，称号渗透者。第2个，很好，还剩16秒，让我看看接下来是对方的撤离方向，我看看啊。下个副本我一定要把要塞的机动能力强化上来。前辈，
你为啥不跑啊？你在找茬吗？那个，要不我们两个做个交易吧？不可能！就算你提出现在让我离开，事后再转我2天奖励点，同时答应对交易内容完全保密，顺便帮我找艾拉要个好友名额，我也绝不会出卖队伍的副本信息，更不会给你们当卧底。这点素质我还是有的。开价详细过头了吧？不是啥大事，我就是想问问，你们队里有个人叫徐淼，对吧？啊？哦，我知道，他还蛮出名的，进神域时间不算短，战斗天赋也很好，但是在10级卡了很久。不过现在也快突破了吧？这次是和雪姨一起双排进来的，不过有点奇怪，没听说他们之前有交情啊。小老弟，你问他干嘛？啊？难道你喜欢这个类型的？嘿嘿，只要你放我，暂时休战，我就去帮你要好友。哎，喂，你在听吗？雪姨，难道他也是？徐淼，这个人在到处打听你的消息，是你朋友吗？雪翼25级，称号幻物行者。这个声音是徐淼。既然我们的关系这么熟，有什么不能直接问的吗？徐淼10级，称号黄风一闪，北区帝国大学。徐淼，还有那个和他一起双排的雪翼。他认识你，是你的朋友吗？对呀，我们关系可好了，过命的那种。嘿嘿，25级的职业者怎么想都没有胜算啊！现在只能希望 NPC 护卫的智商够用了。调查官大人，这是在干嘛？悄悄过来，包围他们，一网打尽。大人让我们全体撤离，到城外巡护，见人就打。我让你们来救我呀，笨蛋！小的们，护驾，快来护驾呀！算了，我带了整个 A 组1半的 NPC 护卫，自保还是没问题的，逼退他们就行。看来这个副本给了你不少 NPC 战力呢。不过刚好，这个副本的环境也很适合我。现在没人来打扰了，你们玩得开心啊！异能光影魔术，异能强迫自律，不认依文字，别想逃！换见习鬼祟，什么鬼东西？结束了，太弱了。异能暗影步，攻击频率不一样，但本体到底躲在什么地方了？如果是真正的徐淼，这时候根本不会不去在乎虚影还是本体，也不会停下来防御，他只会拼着受伤，用狂暴的斩击撕碎阻挡自己的一切。这个家伙到底要开心到什么时候？什么？解决了？真是的，早这样不就好了？喂，你以为这么长时间艾拉也没有传送进来，是因为谁在努力啊？而且我肯定要先去解决任务目标啊！谁知道你连一个5级的小家伙都干不掉。任务目标编号 bug-03，艾莎科牛顿已清除。少废话，还不是因为这个身体太弱了，而且在迷雾里根本没有办法对付鬼秘类强化的角色。徐淼的脸说这种废物的话，哎，居然还能动啊！不过偏了好远，已经没法瞄准了。要逃了，下一次一定会干掉你的。接住了。西区白金汉宫17.07。在第一波袭击中，我们需要保护的 VIP 目标被干掉了2个，失踪了1个。除了封锁中的格林威治区，其他的 VIP 目标都已经集中保护起来了。而 B 组有2位玩家被艾拉姐击杀，还剩下4个人。可惜去帝国大学那边的3个人趁乱逃掉了，不然他们现在已经被打崩了。不过好奇怪，被击杀2人好像都是在就地休整，他们的出生点不就在博物馆附近吗？还有，他们如果一开始就在大学投入了3人，为什么不一起动手？哎呀，好奇怪呀！
雨莎，你从刚开始就一直嘀嘀咕咕的，不会真在思考吧？为什么要这样为难自己啊？我是在努力帮忙啊，毕竟我现在还没有强化出战斗力，只能帮忙分析一下情报了。那你加油哦！殿下，晚餐时间到了。多谢，食物留下就可以了，我们会负责帮皇子殿下解决的。味道比我想的要好嘛。我们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别到最后要保护的 NPC 势力直接和我们翻脸了。安心安心，王娟那个称等能力会极大的扩展合法的范围。在这个副本里，它本身就有保护 VIP 目标的权利，那么稍微扩展下规则范围，把目标关起来进行保护，显然也是合法的。消耗4点特权征用白金汉宫，把我们全部的卫兵和皇宫禁卫合并，层层布防。本来这种任务最麻烦的就是有权势的 VIP 乱跑，还给你提各种乱七八糟的要求。你看现在多好！这种强度的防御 ，B 组完全没有打进来的可能。等艾拉把剩下的 VIP 也接回来，对他们来说就是死局了。对方真的会动手吗？肯定会的。随着 VIP 目标的减少和聚集，我们的防守力量也会变得越来越集中。所以对于 B 组来说，这是个先易后难的任务。码头区的船长已经在我们的警告下开船离港了，这里就是他们能动手的最后目标。他们肯定会趁我们还有分兵的时候，集中剩下的全部兵力拿下这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趁机让他们尽可能的减员。任务结束的条件是击杀全部刺客。要是最后变成他们分散躲藏，我们满城找人，这就尴尬了。毕竟这次任务不知道为啥连个击杀提示都没有。没有击杀提示，对战名单也看不出任何变化。对方有点信息上的优势也很正常啦。毕竟仔细想想，我们这边任务还是要容易很多的。而且这一局算他们运气不好。我的职业、圣遗物、异能都是传送类极端强化，最擅长在这种大型地图上远距离奔袭啦。传送，王娟，你之前遇到的第一个敌人，你有看到他是怎么进入大学的吗？没有，我赶到的时候，他就已经在 VIP 目标身边了。等等，你那边也……原来如此。对方在这个副本中的阵营能力是传送，还有复活。程雨柔，21级枪斗专家。好可惜啊，差一点就得手了。难怪他们永远比我们快一步。不过，好像这种传送限制很多的样子，不然上次就直接逃走了。至于阵营复活，肯定也有次数限制。这次多解决几个就好了。不，这里交给我们。既然 B 组可以通过传送进行潜入，那么他们的攻击重点肯定不是这里。你赶紧回白金汉宫，他们想要把那边的 VIP 目标一口气清除。这是什么？西区白金汉宫17点30。我们被袭击了，外面那么多守卫，为什么没反应啊？应该是被这个雾气挡住了。等我先把施法者干掉。白帝，消息，称号通甲骑兵。被发现了。我最讨厌这种有自动锁敌能力的对手了。哼，不会让你逃走的。可惜，你的对手不是我。好强的剑气！不过我的铁臂可没有那么容易被攻破。孔明吧！周可，称号铁玉狂袭。联想过去。顾小楠10级，称号鲁莽突进。认真建议你换个武器。成为职业者后，没异能搭配的枪械太弱了。骆鹏程20级，称号木透者。回
去好好思考下职业构建吧。我能做到的。快看，我抓住他了！羽山4级，称号绝境逢生。称号能力：受到致命伤害后，全属性提升100%，在之后5秒内将生命值锁定在1点，并免疫一切控制效果。哇，居然是丝血爆发类的能力，新人你前途不可限量啊！真的吗？我的称号能力很厉害吗？看得漂亮！精灵啊，强化我的攻击！职业：精灵使。打个刚进阶的新人这么半天，看来你不太行啊！果然是坑啊！你不是说让我想办法尽量留活口的吗？对啊，那辛苦你去解决下任务目标，这2个小家伙交给我处理就行。事儿真多。那个，你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吧？友情提醒啊，如果对方不愿意，就算是女性之间乱来，也会受到神惩惩罚啊！滚啊！好了，小家伙，你的这一局要结束了，让我好好检查下你的状态吧。你们一个个处决方式能不能别这么浮夸？算了，反正我已经习惯了。A 组玩家羽山淘汰出局。我刚刚在游戏里淘汰了个玩家，他的精神应该正在回归个人空间了。帮我追踪下路径。简单，不过你要这个干嘛？你就当是女人的第6感吧。我总觉得有个玩家知道了些不该知道的东西，准备把他认识的人都排查一下。找到了，玩家羽山目前位置在临江城总部，安全收容中无异常。这样吗？算了，继续专心做任务，等徐淼淘汰他的时候。格林威治天文台17点35。直接定位本人就好了。程雨柔21级，称号枪斗专家。灵妖大佬，快用你无敌的岩石傀儡想想办法呀！操，差10级以上，老子拿命打！还好就他一个人，我们2个能拖住就是胜利。抓住你了，光影魔术！就算是老朋友，也不用这么热情的。一直纠缠不休，我会以为你暗恋我的。切，又是这该死的幻术。月南，你再看吧，帮我解除数据限制，把全属性上调1倍。你确定吗？这个身体玩坏了，可不会给你换新的哦。少废话！如果不是这个身体这么烂，我怎么会连个5级的垃圾都打不过 ？OK， 信息解除。就是无刃闪，只是被擦到下而已，伤害这么高吗？果然这样才够点意思。不管你有多少花里胡哨的能力，本身还是一个一碰就碎的脆皮菜鸟，直接砍烂就好了。该死，来不及躲了。喂，你这个混蛋，是不是忘记了谁啊？灵妖大佬牛逼，我就知道你会救我的。愣着干嘛？老子的意思是快跑啊！别忘了，真正要命的家伙还在呀！撤了！对方有2个人，就彻底没法打了。一组的混蛋，这个 NPC 当老子赏你们了，10点奖励，拿回去买汤吃吧。A 组的新人都好没素质啊！喂，你干嘛让他们跑了？好吧，我们这边也没好到哪里去。你先搞清楚我们的任务目标是什么。而且，谁说他们能逃掉？安全转进，灵药大佬 YYDS。接下来，我们只要回去和其他人会合就好了。喂，刚才那个徐淼不是本人吧？他的战斗风格不是这样的。
现在的他弱到不像话，而且他好像一直盯着你不放，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林耀？按照他们的做法，应该直接把你删除、换掉之类的才对。黄劝，你这个家伙，不会也没有被收容吧？现实世界白天，林家。抱歉，我们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带走了，我们这边也扑空了，还是没能找到失踪者的线索。毕竟我们无法提前定位玩家，跟在对方后面疲于奔命也是没办法的。辛苦大家了，继续保持对联合会的监控。少爷，您的咖啡。谢谢，放这儿就行。去死吧！已经被渗透到家里来了呀！少爷，您没事吧？他昨天请假了一天，没想到是被吸入神域，然后被对方替换了。对所有人进行排查，有任何不正常的昏迷，必须及时上报。是。灵药那边怎么样了？二少爷还在昏迷中，身体状况良好。我是说他在神域里的情况。和神域内的联络依然只能通过设备进行零星的沟通。根据他传递出来的消息，他刚刚成为职业者，在继续追查之前听说可以回归现实的传言。这是混蛋灵徐，能看到吗？老子好像发现不得了的线索了，一个没被联合会收容的玩家。伦敦格林威治区夜晚城郊。你说收客？你是怎么知道？喂，我就随意一说，不会是真的吧？你现在人在哪儿？哪个势力在对你进行保护？看你的样子就很穷，可以抛开财阀不谈。那你背后是治安局还是军方？什么叫看着就很穷？你礼貌吗？这是追踪类异能，一级异能标记追猎。操，老子被锁定了！高级玩家果然没有一个好对付的。长话短说，总之，不管你是靠什么手段苟住的，记住一个事情，绝对不要被联合会的情报击杀。玩家每次进入和离开副本的瞬间，都会有信息在身体和神域中传递，但这些信息短促且微弱，联合会只能通过这个追踪玩家大概的位置。只要现实中帮助你的势力能提供保护或者及时转移就没事，都是小问题。可一旦被那些伪装成人的怪物在游戏中击杀，就完全不一样了。小问题，原来是这样定位的吗？我就在对方的大本营里呀！还好只是模糊的位置。抓到你们喽！他们可以在击杀你的瞬间读取你的全部信息，还能直接将某种标记趁机植入你的体内，方便进行监控，甚至直接对你的身体进行替换。如果被对方盯上，发现有危险的时候，立刻想办法自杀认输。绝对不能被击杀吗？明白了，那我先撤了，断后的事情就拜托你了。伦敦西区白金汉宫8级剑阵起。总算看开了，你是把所有点数都堆在这个铁乌龟壳上了吗？看来防御还是堆得不够啊！我这边拖不住了，你们好了没？搞定！任务目标被他们集中起来了，刚好我一口气解决，轻轻松松。你们最好快点啊！敌袭！包围这里，快冲进去！希尔，称号小猫咪，称号能力无害伪装。外面聚集的 NPC 士兵越来越多，再拖下去，迷雾要拦不住了。了解，我这边的2个小家伙也已经处理，大家撤吧。接下来只要集中力量解决掉引导者，这局就拿下了。A 组玩家骆小楠淘汰。你刚刚说解决谁？该死！
回来的也太快了吧！还是没有击杀信息。我那边也是，虽然把那个铁壳砍爆了，但没击杀信息。至于其他几个人都逃走了。这大猫溜了。A 组玩家灵耀淘汰。结果那边也没打赢啊，损失惨重啊！要保护的 VIP 基本被清空，新人也都被干掉了，这局难了。其实单从战力上来讲，我们依然处于压倒性的优势。现在真正要命的地方是，为什么对方的玩家杀不死？难道他们是无限次复活的吗？这样我们根本没胜算啊！能赢的。王俊，你居然还活着呀！多亏了灵耀大佬舍己为人，拼尽全力掩护我撤退了。不过我这边可能需要人来接一下，拜托了。而且我刚刚才发现这个副本的城市规模有点不太对劲，结合对方玩家的复活和传送能力，他们的队伍机制，我大概有想法了。格林威治区金雀花码头6点40。刚刚抽到的逃跑神器已经用的只剩1个了，要是再被抓住几次就难办了。以我现在的处境，要是被对方读取到信息就死定了。按照林耀的说法，我这局直接强推应该是最安全的做法。问题是我现在急需强化自身来应对现实中的威胁，无论是点数还是时间，我都没有放弃这一局再重开的余裕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抱紧这2个顶级大腿，赢下这一局。债务又要变多了。如果我把生活成本去掉，是不是能节约出一些点数呢？没事的，我等下再陪你开一局。这场还没结束，为什么你们已经开始想下一局了呀？船来了，上船吧，官老爷们。VIP-09德雷克船长。那个王俊啊，我知道你不想输，但这局我感觉基本上已经没了。人数损失还好说，问题是我们要保护的9个 VIP， 现在就只剩下2个。B 组还全体有传送加复活，这真没法打呀。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被淘汰出局？对啊，既然对方全体都能传送，都不怕死，直接把剩下的2个 VIP 干掉，这局就结束了呀。幸存下来的2个 VIP 目标是侦探和船长，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游戏一开始就离开了自己的初始地点。也就是说 B 组的人找不到目标的位置。不对啊，他们突袭白金汉宫的时候直接传送到了我们房间的外围，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不会吧，他们能知道我们这些玩家所在的地方？那你要我们集体上船，岂不是反而把他的位置暴露了？你计划以他为诱饵，逼对方和我们决战？好像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我全力出手试试，能干掉几个吧。这样决战根本没意义啊！开打的话 ，VIP 肯定守不住，而且对方的复活还有几次，我们都不知道，赢不了的。对，赢不了的，这就是第2个问题。这个副本的设定中，我们 A 组该怎么赢？这点胜利条件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我们 A 组的任务目标是保护 VIP， 所以 B 组大概率只要杀光全部 VIP 就能获得胜利，看上去简单明了。但奇怪的地方是，这个保护没有时间限制，没有结束的条件。9手必失，只要不断的拖延下去， B 组必定获得胜利。胜利条件里倒是有击杀对方全部成员这种通用规则，可是这样的话，对方单方面拥有复活就显得太赖皮了，两边的难度完全不对等啊！如果说时间限制的话，第2个胜利条件不就是吗？日出的意思是让我们坚持到第2天早上吧？是坚持24小时的话，难道说我们马上就要赢了？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喂，那个关老爷，
你让我航行的地方到了，自己看吧。我们离开笼罩城市的迷雾区域了。系统显示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点20，天开始变亮了，但是没有太阳。等等，所以不是伦敦的迷雾遮挡了天空，而是这个世界从设定上就没有太阳这种东西啊。这就是我要说的第3点。我们的胜利目标不是那些 VIP 本身，而是收集他们手中的线索，然后让太阳升起来。被干掉了嘞！艾拉也就算了，小西为什么也这么强？毕竟对面有4个新人，高端战力比我们强很正常。没事没事，对面的那个黄毛也被我逼得自杀了。非正常链接中断，重新再入还需要2小时58分钟。A 组的减员是实实在在的，而我们死了无非就是休息3个小时，等设备恢复，再登录进去就好了。反正 A 组的人猜不到这个副本的真实背景，我们随便怎么打都是稳赢。竞技副本蒸发都市为双方对抗副本，全部玩家被分配到 A、B 2组进行对抗。玩家徐淼，你所分配到的阵营为 B 组，2077人，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均，阶级矛盾严重。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科学家们在太空中的巨型实验室天穹里，使用先进的量子计算建造了虚拟都市伦敦。在其中，无数智能 AI 在模拟文明各个时期的阶级矛盾情况，来分析和总结规律，用这些数据来为人类下一步的社会变革做指引。在实验中，部分 AI 会察觉到这个世界的虚假，甚至发现外界的存在，成为了影响实验结果的 bug。而粗暴地对其进行数据删除，容易引起更多的 bug 产生。为此，需要操作人员通过设备精神潜入伦敦，手动对 bug 进行蒸发，而这就是你们的任务。在行动前，你们接到情报，坚决反对使用 AI 进行实验的极端人权组织 ALH 已经秘密潜入天穹，潜入虚拟伦敦，妄图阻止你们的工作，让 AI 大规模觉醒，以致实验失败。幸好防火墙在最后阶段起到了作用，完全清除了他们在现实中的记忆，并且扭曲了他们的意识。他们现在除了大脑强行补全的逻辑背景，只记得自己要出于各种理由保护那些 bug， 除此之外，和那些真正的 AI 没有什么区别。在伦敦之中，你们是来自上层多面的干涉者，拥有众多权限。实验室要求你去干净利落地把那些愚昧暴徒和那些 bug 一起清除。权限指令，你们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系统权限下达各种指令，但被 AI 发现会引起更多 bug 产生，务必清除每一个目击者。B 组任务目标： 1. 蒸发 bug， 一共9人，每蒸发3人，全员获得10分。2. 击杀 ALM 的暴徒，每击杀1人，击杀者获得20分。B 组胜利条件： 1. 蒸发全部目标； 2. 击杀全部暴徒，满足任一立即获胜。B 组失败条件： 1. AI 大规模发现世界真相，打破迷雾，完成日出。 2. 全员被真实击杀，满足任一立即失败，失败方全员扣除100点。